人都到了。嗯。爱哭，眼睛大，唇色红，脸窄，长得白，得漂亮。这些是盛少游盛总过去交往对象的共同点。你想见的盛总前任总共32位，都在这儿了。品味真差。据说盛总从来没有谈过恋爱，您看到的这些前任呢，说穿了，都只是他的陪床。不过盛总虽然对情人是3分钟热度，但他的审美和品味却很统一。还有人开玩笑说，像盛总这样，也算是另外一种形式的长情。您不要不高兴。要我说啊，盛总对待这些前任未必有什么真感情。理论上说，交往时如果没有走心，盛总的初恋也还在呢。是吗？当然了，这些 Omega 里跟盛总最久的宋焕成也就半年。盛总若是真心喜欢，怎么可能半年就厌倦了？这个穿白色衬衫的，就是宋焕成。还愣着干什么？过来。我和少游早就分手了，你好重的信息素压迫，这个人到底是谁？我老板问话的时候，就连 P 国的皇室也不敢这么站着跟他说话。抱歉，是我不懂规矩了，您大人有大量，放过我吧。这个人怎么贴着信息素一直贴，还能释放信息素？他为什么要把和石少游交往过的Omega都叫来？难道是想要向圣祖寻仇？这位先生，我和少游已经分开很长时间了，他或许都不记得我叫什么名字了。少游，叫的可真亲热。没有，我和盛先生真的已经很久不联系了。你跟盛先生交往了半年，你在发抖？别怕，告诉我，盛先生喜欢什么样的 Omega？1个小时06分。真的很抱歉，这已经是市面上功效最强的抑制贴了。
可惜对您来说还是不够。不过您放心，实验室已经设计出一款对您有效的注射类抑制剂了，只要通过安全测试就能投入使用。您再给我10天时间，我保证。3天，常宇，最多3天时间，我要拿到有效的抑制剂。是，我明白了。近日，一种突如其来的病毒感染迅速侵袭全球。これは止めようのない大災害であり。病毒感染造成了世界范围内的巨大恐慌与医疗资源的紧缺。But the degree is more serious. Once infected, will seriously affect the patient's normal life. Experts have found that the virus can be 这些 transmitted. 症状和感冒很像，但程度却严重得多。一旦感染，将严重影响患者的正常生活。专家研究发现，这种病毒可以通过飞沫、气溶胶等传染。Everyone is now forced to wear masks, and it feels like everyone in the world is getting 当 sick. 做普通流行性感冒处理时，大面积的死亡如同瘟疫般蔓延开来。主要是跟 CRTV 哪有关？并就媒体的提问做出了官方的解释与回答。目前，专家组已正式将这种在全球范围内肆虐的逆转录病毒命名为 Y46， 并针对 Y46 流行病毒引发的流行性疾病爆发做出了深度的调查。专家组研究发现，感染 Y46 病毒的患者死亡率非常高，其中 AB 血型的患者和特殊血型的患者死亡率接近100%，A 型血和 O 型血的患者死亡率高达86.5%，B 型血患者重症率相对较低，死亡率约为0.5%。在 Y46 病毒侵袭的半年内 ，AB 型血已全军覆没。幸存下来的人，除了以染色体和性器官分辨男女性别外，还根据血型演化出了 alpha、beta、omega 3种性别结构。3元性别取代了过去的男女性别，正在成为全新的最主流的性别判定方式。加起来只占总人口不到15%的 alpha 和 omega 都长出了性腺体。随之而来的是信息系的气味，还有分化后出现的周期性易感期、发热期。不久后，为了能够顺利标记配偶，确保唯一性 ，alpha 们还进化出了在标记时会出现的犬牙。Virologists from the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Medical School believe that the Y46 virus has revolutionized the human reproductive system.A few experts even believe it is a form of 很 reintroduction 快 or ，ABO 性别体系被社会学家命名为 Omegaverse。3大性别在社会中各自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其中 Alpha 性别无论是男女性别都极易让伴侣怀孕，而 Omega 性别无论男女都极易受孕。反观在感染时期幸存率最高的 B 型血，虽然说人数已经高达86.9%，但自然受孕率极低，降至了不足10%。很大一部分人相信，这种 ABO 的社会形态在某些方面无限趋近于狼群。绝大多数人也习惯了 S 级 alpha 作为天然的最高人类，在基因层面优于其他人群。但最近，有科学家们发现，除了固有的 alpha、beta、omega 外，可能还存在着一种独特的小众性别 Enigma， 虽然其分化概率不足10亿分之一，但该发现还是震惊了整个学术界。这都过去多久了？那些生物专家怎么还没弄明白 ABO 性别的进化呀？专家大都不靠谱，正常。那专家还说了，现在人类进化的天花板不是 S 级的 Alpha， 而是小众性别的 Enigma。听说这个 Enigma 还可以标记 Alpha。少友，你们盛放生物作为江户市生物制药的行业龙头，你怎么看？胡编乱造，哗众取宠。你见过哪个小众性别能标记 Alpha？ 雨山，你和少游说这些，他肯定不相信呢。人家可是 S 级的 Alpha， 有着天生顶级的信息素，称王称霸惯了，当然不会相信专家口中不足10亿分之一的 Enigma 可以甩开 S 级的 Alpha 800条街。哎，雨山，你换香水了？对啊，我新交的 Omega 给我买的。这个香水味好像最近还挺流行哎。流行？何止是流行啊！这款信息素香水
叫做醉之，风靡全球，很难买到的。听说卖这款香水的 HS 集团挣了不少钱。不过什么？这个醉之和少游身上的原生信息素味道一模一样，少游一直很介意自己的味道变成花钱就能买到的便宜货，所以一直很记恨 HS 的老板沈文郎呢。少游，真的吗？不好意思啊，我不知道。怎么会？别听李伯桥胡说八道。我哪里胡说了？之前沈文郎找你聚会，你不都找理由推脱了吗？现在怎么突然转性，又不讨厌了？啊？都是生意场上的朋友，我怎么可能讨厌谁？之前聚会没有碰到沈总，我一直都很遗憾。再说了，我要是真的讨厌沈总，又怎么会请雨山你做中间人，帮忙约他，还同意就他的时间今晚在 HS 集团见面呢？不是，少游，那个沈文郎约你现在去和他见面，这他妈现在都几点了？这也太没诚意了吧！啊？第一次见面，文郎拖到这么晚才答应，确实不合适。但是他好像最近行程有点满，有可能是白天脱不开身。少友，你别介意啊。怎么会 ？HS 集团发展势如破竹，不仅在日化赛道上做得风生水起，生物制药板块也是经营的有声有色。哇哦，少游，你好官方啊！啊？我说的是实话。HS 集团入局制药板块不过短短半年，就被 P 国的最大药企 X 控股挑选为信息素腺体癌靶向药的唯一指定授权合作方。作为集团的最高决策人，沈总肯定忙。雨山，谢谢你啊，特地为我攒局。哎，咱们兄弟一场，别客气。你们俩先玩一会儿。我来了个朋友，出去打个招呼。行，那你先去吧。少游，你听雨山说没？说什么？这个沈文郎最讨厌Omega，你约他谈合作，可千万别带Omega啊！放心吧，你消息这么灵通，要带啊，也只带你。不是，我可不行，我只会喝酒泡妞。一听你们聊正经事儿吧，我就犯困。哎，对了，少游，你约沈文郎见面是不是因为伯父的病啊？有了 X 控股的授权 ，HS 集团就成了国内最有机会攻克信息素腺体癌的公司了吧？所以你才忍气吞声，同意这个点儿去见沈文郎。盛总，王主任，我爸怎么样？还是在昏迷中，但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病情整体不太乐观，虽然癌细胞暂时没有扩散，但肿瘤发生的位置比较特殊，切除肿瘤就势必会损伤腺体。对于 Alpha 来说，腺体损伤的生存率是0，所以我们不敢贸然手术。在无药可用的情况下，能维持现状就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是不是伯父的病恶化了？虽然说腺体癌是惰性癌，不会轻易扩散，但算下来，伯父的病也有2、3年了。是不是？别胡说，我爸还是老样子啊，那就行。时间差不多了，我先走了。帮我替雨山说一声。这么快就走了？听说那个姓沈的暴发户心眼很小，迟到要被穿小鞋的。我就说你讨厌他吧，口是心非的资本家。
盛总您好，我是沈总的秘书高图，欢迎二位莅临 HS 集团。高秘书幸会，我是陈品明，盛总的秘书。这么晚贸然来访，辛苦高秘书加班了。不客气。沈总刚刚结束完会议，二位里边请。这个点还灯火通明，贵司果然名不虚传。沈总一向身先士卒，底下人自然不敢懈怠。二位请进。盛总来了，请进，有失远迎。怎么是你？对不起。这是我办公室新来的秘书助理花勇。怎么，邵尤总认识？是啊，一直想要认识文郎总。早知道这位就是文郎总的秘书，当时就应该问花秘书要个联系方式，免得还麻烦羽扇牵线。花勇，你好大的本事，居然早就认识我们大名鼎鼎的邵尤总。当初你要是在求职简历上写上认识盛放生物邵尤总这一项，我们 HS 集团哪还能纡尊降贵的让你来当个助理秘书？沈总，盛放生物在我们的竞业协议中是排他项，入职前，但凡认识盛放生物的任何人都要提前报备的。我真的不认识这位盛先生，没有刻意隐瞒。是，的确算不上认识，只是在核磁医院见过一面。花秘书没有注意到，在大堂撞到了我。哦，是你，不好意思，刚刚没有认出来。那天实在是抱歉。那天我去医院看我的妹妹，不小心在医院冲撞了盛先生，真的很不好意思。光嘴上说不好意思有什么用？去，好好给邵尤总道个歉。不必了，又不是什么大事。盛先生，我叫花勇，那天真的非常抱歉。不必。花秘书，名片我先帮盛总收着。陈秘书，沈总和盛总一见如故，相信他们有很多共同话题。要不这样，我和花秘书带你去隔壁的休息室，咱们边喝茶边等他们。盛总，我在外面等您。请，花秘书。文郎总真看得起我们盛放，还特意把我们列入竞业协议啊。那当然了，盛放生物的规模在江户业界数一数二，我们自然不敢轻率。
规模之类的，就是外行看的热闹。要我说，还是你们 HS 的业务结构更健康。从日化产品到靶向药研发，你们 HS 这是要全面开花，赢家通吃啊！哼，邵尤总是在打趣我不务正业。哪里。和盛放生物比起来，我们 HS 的生物制药虽然起步晚了些，但俗话说得好，背靠大树好乘凉。和邵尤总靠硬实力立足不同，我们主要是运气好，从 X 控股手里拿到了信息素腺体癌靶向药研究成果的独家授权。文郎总谦虚了，放眼全世界 ，X 控股那也是企业界的超级巨无霸，早在20年前就垄断了 P 国 80% 的主粮交易量。大感染爆发后，又研发出了信息素抑制剂的全球独家专利。去年 X 控股的年收入更是占了 P 国 GDP 总量的 30%， 说他是商界怪物 P 国只手遮天的土皇帝也不为过吧。你们 HS 集团能靠上这样的大树，证明文郎总你也绝非等闲之辈。邵尤总过奖了。哎，邵尤总也在用我们的主推信息素香水萃汁吗？哎呀，看我这记性，邵尤总是 SG Alpha， 怎么会用我们的信息素香水呢？我听说过的，邵尤总的原生信息素气味就和我们的萃汁很相近。这说明我和 HS 有缘。是啊，没有缘分怎么会坐在同一桌上喝茶聊天呢？既然如此有缘，我也就开门见山，不跟文郎总弯弯绕绕了。盛放生物作为首批信息素腺体癌靶向药的研究单位，对你们 HS 掌握的靶向药研究成果非常看重。盛放愿意出资收购 HS 60%的股份，前提是你们要共享靶向药所有研究的成果。现在的社会很浮躁，有很多人虽然自诩是企业家，可做公司却像是在养猪仔，养得大了便到处兜售，只想变现。但 HS 由我一手创立，我把他当儿子养，对他感情深厚，从来没有想过要出让股份或者是核心技术。300亿，文郎总，我是少快人。没有人会因为钱多就出卖儿子。350亿，很多人不卖儿子，不是因为真的不想卖，而是买家不够诚心，给的价不够高。哼，邵尤总的出价的确很有诚意，承蒙您看得起，可惜我并不缺钱，恐怕要让您失望了。350亿都说不动文郎总。看来外界说的不错，文郎总的身家实力果然深不可测。哼，再怎么深不可测，也比不过盛放生物财大气粗啊！开口就是350亿，邵尤总真大方。大方自然是因为 HS 集团值得。不瞒文郎总说，靶向药的研究成果，我志在必得。君子有成人之美，文郎总既然不愿意出让集团股份，那还请考虑单独出让靶向药项目，我们愿意和贵方一起继续投资，加速推进完成药品的临床试验，让靶向药能够尽快投入市场，造福更多病患。沈总，我也有心交你这个朋友，就看你看不看得起我们盛放。他妈的，这姓沈真难缠。等我拿到靶向药的核心技术，别说350亿，就是350块都不会给的。我和邵尤总的确有亲盖如故的感觉，一定能成为好朋友。不过合作嘛，我看还是算了吧。怎么，你们 HS 看不上我们盛放生物啊？怎么会呢？这是靶向药的专利授权，是我们最核心的资产。亲兄弟明算账。虽然我想交邵尤总这个朋友，但也不能因此就这样把我们的家底掏空啊。文郎总的意思我明白了。这么看来，盛放和 HS 的缘分尚浅，
还需修炼。既然如此，我也不叨扰了。我郎走，改日再聊。手术费的事情我会想办法的。谢谢您，童荣。盛先生，居然这么小心眼，真可爱。花秘书，还没回去呢。刚刚接了个电话，高秘书下班了吗？花秘书，你住哪儿？你别多想，你可能还不知道，正式员工晚上超过9点下班，公司会报销打车费。花秘书，你还在实习期吧？如果顺路，我可以打车送你回去的。杏仁巷12号，麻烦你了，高秘书。不好意思啊，刚刚在大堂不小心听到了。那个花秘书也有家人住在核磁吗？核磁是江湖最老派的医院，虽然装修旧了点，但医资和设备是全江湖最好的，就是医药费贵了点。是很贵。我有个妹妹也在核磁住院，好多年了，最近在等手术排期，所以我能明白花秘书的感受。好，我知道。不是说不喜欢欧米伽？高秘书，你是贝塔吧？听人事部说，高秘书和沈总是高中同学，在沈总身边工作了很多年，和沈总一起工作，一定很辛苦吧？不会，没有。沈总其实是个很好的老板，虽然他对工作要求比较高，但他从来不会随便为难下属。从中学时代，沈总就很少跟其他欧米伽接触。说起来，花秘书还是第一个能和沈总共事的欧米伽。我入职第1天就听说了沈总讨厌欧米伽的事。是沈总告诉你的吗？不是，是请秘书长说的。这样啊。如果花秘书以后在工作中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尽管告诉我。谢谢。不客气。谢谢高秘书，明天见。明天见。
司机师傅，能帮我去一下附近的便利店吗？我想要买点东西。好。欢迎光临垂涎便利店 ，HS 洗护用品全面上新，请随意挑选。先生，所有抑制剂都只能在发热期紧急使用哦。长期使用会引发信息素紊乱症，产生头晕、剧烈疼痛等副作用，严重的话还会导致休克，危及生命。另外，安全起见，止痛药和抑制剂也不能同时使用哦。谢谢。但我是贝塔，止痛剂是我缓解头痛的，抑制剂是我替朋友买的。好吧。为了药品管控安全，麻烦你在这里登记一下。谢谢。您购买的这个是喷雾式抑制剂，喷一次就可以有效抑制信息素散发。不过市面上使用最多的其实是抑制剂贴，副作用小。其实根本不用跟我解释这些。论抑制剂使用，当然也有喜欢助我大概是专家了。姐，沈总，高图呢？一早上都没看到的。高秘书临时递了请假申请。请假？是。我不是说过有关高图的事都直接向我汇报吗？抱歉，沈总，前面您在开会，我还没来得及跟您说。他为什么请假？请假说是回去陪伴侣度过发热期。我记得高秘书是未婚吧？您说的对，不过根据 Omega 保护条例的相关规定，在 Omega 发热期间，同居满2年的伴侣都有陪伴义务。哦，知道。好的，沈总，那我先去忙了。你给我站住！钱呢？你把我饭本的钱藏哪里去了？没有钱，钱都被你输光了，哪还有钱啊？怎么可能没有钱？把包给我！没有，包给我！妈的，真没钱！没钱就给老子去卖！你是 Omega， 再怎么样总也得值点钱吧？你个臭婆娘，
生个儿子是个没用的贝塔，生个女儿嘛，又是他妈天天生病的阿尔法。你给我等着，我下次再来，没钱你试试看。妈妈，我已经分化了，我不是贝塔。嘘，小兔子，你就是贝塔，你是得了哮喘的贝塔。你才刚分化成欧米伽不久，妈妈就要走了。有许多事没有办法一一交代给你，但有一点你一定要记住，绝对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你是欧米伽。这是吸入时的抑制剂，外包装我已经撕掉了。如果有人问你，你就说这是哮喘的，你千万要长期用，不能让任何人闻到你身上信息素的味道，听明白了没有？你要向妈妈保证，听明白了吗？你说明白了，你听明白了没有啊？妈妈，我听明白了，我不会泄露秘密的。妈妈，你别哭了。记得你是贝塔，你是个贝塔。喂，高秘书，你可算是接电话了。秘书长，您找我有什么急事吗？抱歉啊，打扰到你休息了。但是确实很急。上周末我给了你一份加密硬盘，你还记得吗？在我这儿。本周一例会需要的资料和数据报表呢，都在那个硬盘里。现在啊，周一这个例会呢，由花秘书负责。你看，我是让花秘书去取呢，还是你帮忙给他送一下？家里现在到处都是信息素的味道，让谁来都不合适。我给他送一趟吧。辛苦，真是江湖救急了。不过让你的 Omega 一个人在家度过发热期，真的没关系吗？时间短的话，应该没什么问题。好，感谢。已经退成低烧了，发热期应该已经过了，去送一趟应该没事吧？高先生，长期滥用信息素抑制剂，对你的信息素腺体造成了很大的伤害。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近期内你绝对不能再使用抑制剂了，尤其是注射类抑制剂。你的发热期马上就要到了，你的腺体损耗过大，这次发热期我建议你最好能够住院。医生，我没办法住院。那至少也要请假，好好休息啊。医生，如果我不希望自己的信息素味道溢出，那可怎么办？除了我妹妹以外，其他人都不知道我是 Omega。我没办法用抑制剂贴。高先生，你在我这看诊呢有好几年了，恕我直言啊，你应该好好看看心理医生。你对自己 Omega 的身份极度不认可，甚至非常自卑，这是因为你的伴侣吗？他不喜欢你的气味，还是……抱歉啊，这个主要是我的推测，毕竟你使用抑制剂的量啊，实在是太高了，每天都大量使用吸入式抑制剂，对你的负担实在是太大。那同时我要提醒你，如果我的推测是真的，那你的另一半就涉嫌虐待。按照 ABO 平权协议的规定啊，不是这样的。医生，我是单身。那就更不应该了。单身未孕的 Omega 频繁使用抑制剂，那是非常危险的，这会引发信息素紊乱，严重的呢会危及生命。
况且你在发热期使用注射剂本身也很难熬，你难道不觉得痛吗？我有吃止痛片。胡闹！不遵医嘱就擅自使用抑制剂也就算了，你居然还在发热期注射抑制剂，还吃止痛片，你不要命了吗？唉。只是送个资料而已，又不跟人近距离长时间接触，靠吃抑制剂应该就能盖住气味了吧？高秘书，我住在杏仁巷12号1幢2单元106，麻烦你送一趟了，谢谢。居然出了这么多汗，应该不会有味道吧？早知道就用注射性的抑制剂了。花秘书，是我。高秘书，居然出了这么多汗，应该不会有味道吧？早知道就用注射性的抑制剂了。花秘书，是我。高秘书，沈总，花秘书，这是周一开会要用的资料。谢谢，辛苦高秘书了，休假期间还特地跑一趟。啊，不客气。如果没什么事的话，我就先走了。祝二位周末愉快，下周见。等等，高秘书这么着急赶回去，是想回去继续安抚办理吗？抱歉，沈总，突然请假，给您添麻烦了。没什么麻烦的，秘书组那么多人，缺你一个天塌不下来。是。请问沈总还有什么吩咐吗？下周来上班时，记得把自己身上洗干净。你不知道自己身上的欧米伽气味有多浓吗？抱歉，不要带着肮脏的欧米伽气味靠近我，臭死！
拿我手机干嘛？还我！等一下，等我再刷一遍盛先生的朋友圈。一共就那几条朋友圈，你看了快不下100遍了，快把手机还我！别那么小气。我小气？我看你这有病才对吧？一大清早喊我来帮你搬家，还搬到这种鸟不拉屎的破地方。破吗？我觉得还好哎。还好吗？那你让盛少游过来陪你一起住啊？火气那么大干嘛？吃错药了？你才吃错药了。不过话说回来，你刚才为什么那么说高秘书？他身上的鼠尾草味道很好闻啊，虽然比不上花香或者果香，但也还不错。你为什么要说他？我说臭就臭，关你什么事？加班完了吧？手机还我，我先走了。你脾气那么差，小心没有人喜欢你。先管好你自己吧，我又不是你，我不需要谁喜欢。哦，是吗？1年几10个亿的投入，靶向药的研究居然毫无进展。实验室这帮人是吃干饭的吗？研发组的每个骨干每天都在加班，但药物的研发确实存在意外性和偶发性。偶发性，任何事情只要试得足够多，就总会有成果。腺吸素腺体癌发病率逼近10万分之5，却一直没有特效药。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意味着只要发病，病人就只能等死，也意味着这款药的市场潜力巨大。现在我爸也需要这杯药，我们作为全国排得上号的生物制药公司，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研发却毫无进展，只能等着食人牙慧，实在太窝囊了。盛总，我们已经不必解释。陈明明，盛放生物有多舍得在研发端做投入，你应该最清楚。我已经花了几10个亿，你作为我的总秘书，却在这里跟我扯偶发性。怎么 ，X 控股能有的突破 ，HS 能拿到的成果，我们盛放生物就突破不了了？抱歉，盛总。陈秘书，我不是在针对你。X 控股和 HS 合作的靶向药还没有上市，沈文郎就已经敢这么果断的拒绝和盛放合作了。如果再不抓紧研究，等他们新药一上市，在靶向药领域独占鳌头10几年的盛放生物就会陷入更被动的局面。这是你作为集团元老愿意看见的吗？况且我爸还等着这个药救命，如果研发再没有进展，下次见面，我可能只有跪着跟沈文郎说话的份儿了。盛放生物董事长牵头研发性激素腺体癌靶向药，这曾经是多么大的新闻呢？陈品明，你是亲历者，不会不知道。现在我们居然要靠求着别人施舍靶向药来救我爸的命，多讽刺！如果再不能有所突破，盛放生物的脸怕是要被我们丢光了。盛总，不会的，我会立刻组织各个小组的人一起拆分细节目标，把研发任务精准下发到每一级别的实验室。之后有任何进展，我会随时向你汇报。你去忙吧。喂，少阳，我博强，今天晚上有空不？来皇家天地会玩一圈呗？不去。怎么了？心情不好啊？心情再好，也不能跟你去鬼混。什么叫鬼混啊？咱这是社交。无效社交。
哎，江湖传言 ，X 控股的话事人几天前就来了江湖，今天晚上有可能就在皇家天地会哦。哎，你不是一直想搭上 X 控股这条线吗？可别怪哥们儿没提前通知你。今晚几点？几号包间？好久没来这边玩了，就是。12点半了，我明早还有会，先走了。哎，少游，别着急走啊。那位 UKW 先生搞不好已经在来的路上了，再等等。什么 UKW？ 就是那个牢牢掌控 X 控股的话语权，在 P 国只手遮天，却从未露过面的神秘人呢。You know who？ 无聊，我先走了。哎呀，少游，你都多久没出来玩了？再坐会儿，再坐会儿啊！我跟你说啊，为了你，我可打听了不少小道消息，都是关于那个神秘人的。您的消息靠谱吗？当然了，是我哥在 P 国的合作方说的，100%靠谱。这个 X 控股的前身名叫北超控股，现在当家的是北超控股老东家最小的儿子，是个私生子，听说还不到30岁。但别看人家年纪小，就是他把北超控股从 P 国当地的龙头企业，打造成了现在分支遍布全球的超级巨无霸。据说那个神秘人性格古怪，为人极其低调，从不社交，除了心腹，没人知道他长什么样子。而且还有更奇怪的。什么事？据说这个神秘人拿到话语权的第一件事，竟是把北超控股改名为了莫名其妙的 X。哎，来喝吧！来，喝酒喝酒。哎，你等会儿。请问有什么可以帮你的？你坐这儿，陪我喝一杯。不好意思，我不会喝酒。你在这种地方工作，怎么可能不会喝酒呢？你放心，不会亏待你的啊。不好意思，我还要送东西去其他包间。先失陪了，你玩得开心。现如今在 P 国 X 家族可以说是富可敌国、只手遮天的存在。他为什么改名字？谁知道？据说 X 代表神秘，改名是为了和 UKW 先生不以真面目示人的神秘相呼应。是吗？也有可能是傻叉的叉。少游，你还是和以前一样，不大待见私生子吗？要我说啊，这出身和长相都是爹妈给的，怪不得孩子。哎，我哥在 P 国的合作方和这个 X 控股合作好几个大项目了。这个 UKW 先生手段狠厉，头脑一流，是个顶级的人才，怪不得能轻轻松松干翻那老东西的其他继承。哎，外界还说 UKW 先生不愿意社交，是因为长相丑陋，所以不以真面目示人。不见人不是挺好的吗？阴沟里的老鼠就应该待在阴沟里，见不得光的私生子，就算有朝一日登顶，还不是要藏头露尾，上不了台面的东西。少瑶，既然你这么瞧不上私生子，干嘛突然想要认识 X 控股的话事人啊？我一向公私分明，必要的时候，别说是个私生子，只要有利可图，猫也能和老鼠做生意。哎，少瑶，今天晚上也打算一个人回家，不打算带一个可心儿的小家伙一块走？我跟你说，
我可是很大方的哦，可以让你先挑。不必了，你自个儿留着吧。有洁癖的家伙就是马，在夜场认识个 Omega 做伴侣能要你的命啊！行了，我看今晚那个 X 控股的小傻叉不会来了，我先走了，你继续。哎，你长这么好看，只送酒不是可惜了吗？你陪我玩会儿，我有的是钱，开个价嘛。不好意思，真的不行。哎，不行，你给我装什么装？别给脸不要脸啊！盛先生，救救我！一个小小的 Omega 也敢拒绝我了？怎么了？好像是2个 Alpha 在抢一个 Omega。那个 Alpha 在释放压迫信息素。我操！居然是 S 级！快关门！来，盛总，我是皇家天地会的运营负责人。今天的事情啊，实在是抱歉，给您惹麻烦了。小花，你还干站着干嘛？第一天上班就捅出这么大的篓子，还不赶紧给盛总道歉？抱歉，盛先生，我道歉就不必了。遇到无理取闹的客人是倒霉了些，但倒霉有什么错呢？对，盛总，您说的是，像我们服务行业啊，能遇到盛总您这样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人不多了。小花遇到您啊，也是她的福气。你们这儿不是号称全江户最有名的娱乐会所吗？怎么还搞土匪强盗那一套？那样素质的客人也敢接？你们郑雨山郑总是走了？什么钱都要赚了吗？不，盛总，您听我解释，今天的事情啊，只是个小插曲、小误会。像我们郑总啊，经常提起您，千叮咛万嘱咐，告诉我们，盛总您只要来我们天地会，一定是最高规格的款待。今天闹事的那个人呢，我们已经交给安保处理了，保证您以后在娱乐会所是看不到他的。小花，还不赶紧给盛总表示表示，今天啊，盛总可是帮了你大忙了。谢谢盛先生。您看，盛总，要不您先回包厢，一会儿我派2个人过去送2瓶好酒。今天的消费我来。不必了。那盛总您时间宝贵，您慢走。小花，赶紧送盛总。没想到能在这儿遇见你，花秘书真是业务广泛，日理万机。我不必解释。我没时间也没兴趣听。盛先生，你能不能给我一个你的联系方式？不能。可是，如果只是想道谢，就不必了。还是说，你想跟我回家？不是，我没有。以身相许大可不必。我跟少文郎不同，对送上门来的东西不感兴趣。真可爱。见。盛总，刚刚 HS 集团的花秘书来找我。花友？是的，花秘书托我把这个转交给您。
华秘书说，上次在核磁捡到您的袖钉，没有您的联络方式，所以联系了我，让我代为转交。盛总，那您先忙，我先出去了。盛先生，那天在核磁我捡到了您的袖钉，一直想要还给您，所以昨天才想问您要联系方式，好物归原主。昨晚给您添麻烦了，真的很抱歉。感谢您帮了我，感谢。喂，我知道了，马上过来。刚刚董事长的情况很不好，但是现在身体各项指标都比较平稳。但是如果没有针对信息素腺体癌的特效药的话，我们医生能做的其实很少。所以意思就是说，不能治，只能等死。那你在这里废什么话？盛少卿，主要是我们没有特效药，能别顶着盛家的姓，在大庭广众之下鬼哭狼嚎、无理取闹吗？哟，这不是盛董事长吗？这边是医院吧？哦哟，原来你会来这里啊？那父亲病危的时候你在哪里啊？你掉过一滴眼泪吗？还是说，董事长的位子拿到以后，父亲的死活根本不重要？二少爷，您这么说就不对了。董事长那么多孩子，只有盛总一个人在集团工作，每天跟个陀螺似的连轴转。其他的少爷小姐，哪个不是爱画画就画画，爱拍戏就拍戏，没事就今天东京，明天巴黎的到处旅行度假。但盛总已经3个月没有休息过了，今天也是我在跟盛少游讲话，你算个什么东西啊？也管太多了吧？陈秘书，没必要和无聊的人浪费时间。浪费时间？行，那我让不浪费时间的盛少游董事长帮我解答一个问题。我记得1年前你就已经让研发队在研发特效药了吧？药呢？拿来啊！喂，讲话呀！特效药不是说有就有的，药物研发也需要一定的过程，从研发立案到临床3期实验，没有个10年就是痴人说梦。我看明白了，盛少游没张嘴，你没长眼睛。你要不要进去看一下我爸还能不能有10年？这也是奇了怪了，爸爸住院以后，是个人都可以来管我了。闹够没有？你要是嫌研发慢，要不你亲自加入。实验室的门没有上锁。我说错了吗？除了你，爸爸的私生子也不少。盛少奇、盛少林、盛少月、盛少熙，还有盛少晚，只要他们愿意加入研究小组，我随时欢迎。为什么指望我一个人？婚生子活该倒霉，私生子宇宙无敌，是不是？对，婚生子了不起啊！你跟我唯一的不同不就是你妈早点嫁给了我爸而已。是了不起。我妈和盛放一起创立盛放生物的时候，你妈还在皇家天地会挂牌呢。盛少卿，趁我还有耐心，我劝你最好收敛一点，
以免哪天我不想再管父亲留下的烂摊子，你还要靠你妈重操旧业养活。佘少卿，你要是想加入特效药研究组，我随时欢迎。不过我想凭你高中肄业的水平，怕是提不出什么建设性的意见了。陈炳民，被撤。愣着干嘛？上来。谢谢盛先生。大概的情况我都跟你讲过了，手术费你这周之内一定要交齐，否则你妹妹的手术只能延期了。医生，可不可以先做手术后缴费？实在不好意思，你妹妹的情况我个人非常同情，但是手术费要60万，数额较大，先手术再缴费确实不符合我们医院的规定，况且你还有账怪在账单上呢。我能保住你妹妹的291床位就已经不错了。对不起，医生，麻烦你了，我会尽快想尽一切办法凑齐手术费的。那个休丁，你们公司的待遇很不怎么样吗？花秘书早上上班，晚上在老板办公室调情，凌晨还要去夜场卖酒，这么拼命的工作，却凑不齐区区60万。我倒觉得你不用去天地会陪酒，去沈文郎手上随便薅块手表都多过60万了。盛先生，我是在娱乐场所兼职做服务生没错，但我没有陪酒，还有，我和沈总只是普通同事关系。昨天晚上向你要联系方式，我也没有别的意思，我只是想把休丁还给你。你能别总把我想的那么龌龊吗？原来是普通同事，怎么不早说？刚刚那个医生说他妹妹在几号病床来着？291号。你好，这是291床的缴费单，请问能不能麻烦你帮我做一下挂账处理啊？我会尽快还的。291号床没有欠费记录呀，而且还预缴了60万的手术费和术后营养费、护理费。什么？预缴？对，你是291号的家属吧？你朋友刚替你缴完费。我朋友？你是不是搞错了呀？不会错的，我对你的朋友印象很深，是个很高很帅的 S 级 Alpha， 预缴数额这么大，我还和他反复确认了好几次床号呢，不可能弄错的。很高很帅的 S 级 Alpha。不会是沈总吧？下一位。见。沈总，下午的会议和杜芳临时申请带研发团队一同参与，会议地点从201媒体室换到了大会议室。知道了。你还有事吗？谢谢沈总帮我妹妹交齐了手术费，这个钱我一定会还的。爸，那个小事而已，不用放在心上。真的很谢谢你，这钱我……不必客气，钱你还不还都行，只要以后别沾着欧米伽的气味来我这上班就行。还有15分钟开会，你去忙。好，我先去做会议准备。
我们盛总算舍得带新朋友出来玩了啊！哎，美女，你叫什么呀？舒心。长得赏心悦目，名字也好听，叫人见着了就觉得舒心。谢谢。哎，少友，最近变化不小啊。怎么？怎么突然带了一个花香味的 Omega？ 你不是一直喜欢果香吗？我早就告诉你花香的好，你偏不听。怎么现在突然转性，喜欢人家花香味的了？盛先生，救救我！花香的是还行。哟，盛总真是大忙人啊！啊，周末晚上10点还有人找，不会是要回去加班吧？盛先生好，我是花勇，我跟核磁的缴费窗口要了您的电话，有急事找您。盛先生，不好意思打扰您了。不是，这花勇是谁啊？陌生电话你也接，万一是诈骗呢？盛先生，您在忙吗？要不我晚点再打过来。不用，有什么事你说。您是不是帮我交了手术费？虽然不知道您为什么这么做，但真的很谢谢您。钱我一定会尽快还给您。除了钱，你就没有别的什么想和我说的了吗？盛先生，您这周六有时间吗？我想请您吃个饭。偏您啊您的，搞得我像60岁。抱歉。那请问盛先生，你周六有空吗？周六啊，已经有约了。哦，那我们改天。周六我约了朋友，你直接来我这里吧。花秘书不方便，那就算了。没诚意的饭不吃也罢。不，我方便的。那辛苦盛先生，你把具体的时间和地址发给我。好。不，真的？少友，你给我老实交代。就是在那认识的。哦，这个花勇到底是哪路神仙，能让我们从不接陌生电话的盛总甘愿破例？喝你的酒。你好，先生，我们这里是私人会所。不好意思，我来找个朋友。请问你有邀请函吗？我不知道要有邀请函才能入场。不好意思，你没有邀请函，不能让你入内。可是是盛先生让我来的。世界上想见盛总的骗子从这里排到了纽约。我不是骗子。既然你说是盛总的朋友，那请你给他打个电话。你好，请去别处打，这里是入口。花友，盛先生。盛先生，怎么才来？2号线维修停运了，不好意思，我迟到了。没事，下来吧。发什么愣？快点过来！不好意思，盛先生，你和我说是朋友聚会，我以为
我不知道是这么正式的场合，如果你不方便的话，我现在马上走。走什么走？就这样吧，挺好的。沈文郎之前没有带你出席过聚会吗？没有，我刚入职不久。沈总一般是带高秘书出席。哦，这么说，今天是你的第一次？盛总好。盛先生，我要不还是不去了吧？为什么？我穿成这样不太好。什么不好？给你丢人。这样说来是有一点。啊，那我今天先走，我下次再请您吃饭。来都来了，反正我面子挺大，被你丢掉一点也没关系。你的饭过2天再请好了。可是……没什么可是。你穿成这样已经够给我丢脸了，要是再留我一个人进去吃饭，那我不就更丢脸了？走吧，这次就算了，下次我约你吃饭，记得穿得像样点。没有下次了吧？没有下次。盛先生，我没有其他什么合适的衣服。衣服还不简单，改天让陈品明带你去挑两身好的。少游，找你半天就差你了，怎么还不进来？走吧。来吃这个。好，谢谢。来，多吃。雨山，我觉得下次聚会啊，还是在你们会所办比较好。没问题，下次还去我们会所，我来安排。妈的，聚会我是周周办，你不来可没这么热闹。哎，刚才没来得及问，这位是？看着眼生，第一次见啊。哎，几天没见，又在哪儿捡来的宝贝啊？你管我从哪儿捡来的宝贝？这也是花香。哎呀，干嘛这么凶啊？抱歉，不是，我就闻下味道，别生气啊。好了，波乔，你别这样，人家是 Omega， 你好歹斯文点，别吓着新朋友。好，那我不靠近。那我问一下你的名字总可以吧？花勇。你就是花勇，那个让盛少游愿意接陌生电话的活神仙。久仰久仰。当着我的面骚扰我朋友，叶波乔，你能正常一点吗？之前你那么多朋友，我不都骚扰了吗？今天反应怎么这么大？闻一下都不行，碰一下是能少块肉还是怎么的？波乔，少游很少来你组织的社交饭局，你再这样表现不好，以后他不来了。行，我可不碰他的活宝贝了。那这样，喝酒，喝酒总行了吧？啊？好，哎。你喝醉了，一个人回去不安全，我送你。
对了，盛先生，这是我的还款计划。啊，我知道，时间可能有点久，而且利息也不高。按道理我没有抵押，利息应该要比银行高。不过，等我还完本金之后，我会按照银行的4倍利息算好总数，继续还利息，直到还清为止。其实有更快的办法。抱歉，我的薪水有限，在没有升职加薪之前，这就已经是最快的办法了。花勇，来做我的伴游吧。如果你同意，这笔钱就不用你还了。抱歉，盛先生，我可能还的有点慢，但我一定会尽快还给你的。好。少瑶，你带来的那个花友真的挺合我心意的啊！哪天你们要是分手了，一定跟我说，我不介意。盛先生，我到了。我送你上去吧。不用了，这里小巷子的路不太平，怕会弄脏您的鞋。嗯。那我走了。那我走了。嗯。盛先生，怎么了？等你有空的时候，记得告诉我，我再请您吃饭。回去吧，太晚了，天凉。嗯，那盛先生晚安。盛总，这是舒小姐这个月的消费账单。舒小姐一共消费了124万，都以您的名义签了单。那是什么？啊，这是花秘书托我转交给您的。第一次见还钱还得这么起劲的。花秘书说非常感谢您的帮助，这笔钱他
他会尽快还的。谁要他尽快还了？也不知道是怎么省吃俭用才挤出来的。2万，还不够买舒心那些包上的一个5金扣。明明有更容易的方法，非要这么辛苦攒钱还给我吗？真是个死脑筋。盛总，你说。实验组那边总结出了一套有关靶向药研究进展的最新方案。几年前 ，X 控股的实验室公开了他们利用溶媒体途径实现蛋白靶向降解的 LITEC 技术，而我们的研究方向是基于该技术，尝试开发出适用于信息素腺体癌的自噬靶向嵌合物降解技术，可惜一直没有成功。X 控股依托细胞自噬途径，研发出了 LITEC， 还研究出了更先进的 ATAC 靶向降解技术。这2项技术是他们在信息素腺体癌靶向药研发过程中最关键的绝密技术。从本质上来说 ，X 控股是这项技术的发明源头。我们想要后来居上，在技术和人才方面都有很大的缺口。而 HS 拥有 X 控股绝密技术的独家授权，那么他们就相当于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在看世界。盛总，我们要不要考虑从 HS 集团挖人？高薪之下必有勇夫。这很难。沈文郎是个惜才的人 ，HS 集团的股权激励制度不比盛放生物差，哪怕花了大价钱，挖来的也只是一些无关紧要的人。还打草惊蛇，得不偿失。先观望吧。盛总，要不要试着从花勇入手？我听说他虽然入职不久，却很受沈文郎的重用。沈文郎连董事会决策会议都带着他。重用？真受重用，怎么会连妹妹的医药费都付不起？笨得要命。商业间谍之类的冒险活动，还是算了吧。盛先生，有收到我还的2万块钱吗？盛先生，你在干什么？怎么感觉偷偷摸摸的？在同沈总开会。这么晚？哼，沈文郎挺会用人的嘛，钱给的不多，活倒是拍得挺起劲。盛先生，我今天还的钱您没收到吗？什么钱？就是我让陈秘书帮我转交的那个牛皮纸袋啊。哦，那个啊。您收到了吗？没有。有还了吗？我怎么不知道？怎么会？陈秘书明明答应会帮我转交的。花勇，你几点下班？还要半个小时。电话里说不清楚，我正好顺路接你下班，一会儿见面说。好。愣着干嘛？上来。盛先生，那个钱……哦，那个，陈品明刚给我发了消息，说他下午忘了给我，明天上班再转交。太好了。哦，对了，
下个月我拿到薪水，马上还下一笔钱给你。不必了，你半年还一次就行，还多少你自己看着办。那点钱对我来说不算什么。可是什么？你妹妹不是还需要后续治疗吗？你以后花钱的地方还很多，都还给我，拿什么去给你妹妹治病？难道再哭着求医生宽限些时间？谢谢盛先生。还有，你很热吗？脸怎么这么红啊？哦，我不热。对了，盛先生。我能加你个微信吗？可以。谢谢盛先生。走吧，我送你回家。盛先生，谢谢你送我回家，回去路上小心哦。哎，你是106新来的租客吧？这么晚才下班啊？是啊。刚才那个送你回来的是你朋友吧？这么晚了还送你，人蛮好的嘛。是啊，他是挺好的。看不出来嘛，你有钱的朋友还挺多的。上次来给你搬家的那个，看起来就是很有钱的样子哎。盛先生好，我是花勇。盛先生，到家了吗？你看一下这边方案。各位主管，以上是我们今天的会议总结。我们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大家先回去忙自己的事情吧。好，走吧。在公司了。早上好，盛先生。我今天早上烤的小饼干，请跑腿送到了您公司前台。不知道你喜欢什么口味，所以做了原味的。希望你不要嫌弃，也希望你会喜欢。你去前台帮我拿一下，有送给我的饼干。饼干？盛总，您平时不是不爱吃甜食吗？偶尔吃2块也好。好，那我一会儿给您送到办公室。这是今天的第2批成品。第1批烤的时候，由于没有很好的控制温度，所以有一点焦。
不过没有浪费，我全都吃掉了。焦掉的饼干还是不要吃比较好，会致癌。不会啦，我有注意把焦的都吐掉。有人说，人类的感情和肌肉一样，都是可以被训练出来，而训练的方式就是不停试探对方的底线，并在他做出退让后，给他一点甜头。倘若一个不爱吃甜食的人开始愿意为了你忍耐甜度，那一定是爱情即将发生的征兆之一。救命！闹钟设置错误，起床起迟了，又坐反了地铁，跑到公司正巧迟到1分钟。再见了，我的全勤奖。今天来看妹妹，做过手术之后，她的病好多了，希望她快快好起来。她的嘴巴很坏，但是心比云朵还要柔软。谢谢你了，我的 X 先生。怎么什么都要发朋友圈？笨蛋，又不是小学生。饼干呢？连续1周都没有饼干。是华勇同学小学作业太多了吗？饼干最近的出席率下降严重，是面粉厂倒闭了吗？盛先生，早上好。抱歉，昨天很累，很早就睡着了。最近有点忙着加班和搬家。盛先生呢？在去公司的路上了吗？你最近怎么不做饼干了？对了，盛先生，我最近准备搬家，之后可能要暂住在朋友家，用人家的厨房做饼干不太方便，所以短期内都没法送饼干了。哪个朋友？你搬什么家？哦，我之前住的那片区域要棚改拆迁了。房东限我3天之内搬家。什么时候的事啊？上个礼拜。那你现在在哪儿？朋友家。市中心的房子太难找了，我跟着中介看了好多房子都没有合适的。房东已经换了锁，说我什么时候能搬，他就什么时候去开门。对不起，盛先生，你的饼干可能只能等我搬好家再给你烤了。花勇，你怎么这么好欺负啊？对我的时候可不是这样。房东不肯开门，你就不进去，全家户的锁匠是死光了吗？盛先生，房东没有同意，我怎么能随便就找锁匠呢？盛先生，不要教坏小朋友啊。那小朋友，你的租约呢？租约已经到期了。房东也不用再跟我续约，也没有继续收我的钱。不过我还有押金在他那儿。只是没有按时搬走，估计押金也拿不回来了。拿不回来就算了。我有一套空置的房子，就在你公司附近。你要不要租？盛先生的房子应该很贵吧？不贵，
反正我平时都空着，收你3万好了。4个房间含物业费，带2个车位。华勇，你要不要？盛先生，太贵了，我租不起。那你预算多少2000。一周吗？1个月。好，2000就2000。我一会儿把地址和门禁密码都发给你。你今天下班就搬，我去接你。啊？这怎么行？怎么不行啊3万到2000也差太多了吧？房子空在那儿，每个月也要请阿姨清洁。你搬过去，可以帮我打扫房子，就用来抵房租好了。这也不够啊。公司有个基地，离那里很近，我偶尔下班很晚，去那儿过夜。到时候你帮我煮个宵夜什么的，用来抵剩余的房费好了。这不太好吧？怎么，不方便？还是说怕我未经允许对你做点什么？不是，盛先生的人品我信得过，只是这样一来，我就欠您更多人情了。不太好。有什么不好的？债多不压身，你领情就行。华勇，你要不要？欠你朋友人情也是欠，不如欠我一个人的，以免小学生记账太麻烦。谢谢盛先生。不用谢，一会儿把地址和密码给你，下班去接你，帮你搬家。租几天就又不租了，才搬来又搬走了。你们这些年轻人啊，真不靠谱，也就碰上我才给你折腾。要是不讲理的，根本就不理你们。怎么好意思让盛先生特地开车绕路来接我呢？我已经坐地铁回来了，一会儿见。我听邻居说啊，你老是3更半夜才回来，而且送你回来的和接你出去的还都是不同的有钱的 Alpha。哎呦，小花，你听我一句劝啊，你年纪轻轻的，你别不学好啊！就算长得再好看，也不能老是勾引 Alpha。请问，交接好了吗？哎，你这是什么态度啊？吵死了！哎，我在和你说话呢，你一直在玩手机啊？填个数字，然后闭上你的嘴。如果收了钱还管不住嘴的话，那我就只能让你永远消失了。好了，不早了，我先走了。盛先生，这里会不会太大了？人家都是嫌小不嫌大，怎么你还嫌大？我觉得这里月租应该不止3万。别管那么多，反正平时也都是空着。谢谢盛先生。行了，别谢了，我耳朵都要起茧子了。早点休息，我先走了，晚安。盛先生晚安。
什么事？我为什么要去参加那种宴会啊？江户新商会会长上任跟我有什么关系？哦，那你让主办把你我还有盛少游安排在同一桌。我知道了。哟，盛总，张会长，哎呀，欢迎大驾光临呐！你是我们江湖二代圈内接班接的最好的人，早就想找个机会和你好好认识一下。张会长客气了，张会长才是江湖商界响当当的人物。我爸以前就常和我提起，说有机会要多向您学习。客气，您的任职宴会，我是怎么都要来的。谢谢谢谢，花秘书，没想到在这儿能见到你。怎么，你们认识？哈，上次少游带着花秘书参加过另外一个朋友的聚会，所以见过。哦，哼，看来花秘书的业余生活还挺丰富的，居然有空去参加和我们有竞争关系企业老板的私人聚会。不是的，沈总，我没有和盛先生说任何有关于工作上的事情，而且上次是他帮了我，不必解释。哎呀，花秘书，怪我多嘴，我自罚一杯。文郎总放心，我和花秘书是私人时间参加了私人聚会，和贵公司的公事半毛钱关系都没有。不过，如果文郎总实在不放心，也可以把花勇开除了。正好，我们公司的秘书部常年招人。盛先生，邵游总过奖了。邵游总身边人才济济，不仅有能干的陈品明陈秘书，还有像这位小姐一样漂亮的 Omega 作陪，哪里还用得上花秘书？我看花秘书还是在 HS 比较有发展的空间。原来他就是花勇，本人长得比照片还要好看，怪不得邵游没事就爱看他的朋友圈。欢迎各位，沈总，非常感谢你今天来给我张某人捧场啊！来，我们一起喝一杯。抱歉啊，张会长，我今天有些感冒，刚吃了药。这是我的秘书花勇，今天的酒只能他替我喝了。不好意思，张会长，沈总今天的确不太方便喝酒。哎，那好吧。不过你是晚辈，又是下属，你和我喝得2杯算1杯啊。来，谢谢张会长抬爱。我一会儿还有事，你自己先回去。沈总，一会结束，需要我送您回家吗？不必了，你先回去，我等会儿送花秘书回家。各位，我等会儿还有事，我先走了。有机会我们常聚。
哎，张会长，常秘书，这位呢就是盛放生物的盛少游，盛总。盛总，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常宇，常秘书，这可是江户社交厂的稀客呀。常秘书可是 X 控股董事长办公室的负责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这不，他刚刚和我说啊，想跟你见见面，认识认识。我这立刻就把他带来了，因为你们啊都涉及到同一个领域，肯定有许多共同话题。你们聊聊啊。常秘书，幸会。幸会，盛总。早就听说江户出了个年轻有为的企业家，今日一见，名不虚传呢。谢谢。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盛总来了。喂，盛先生，我手机调成静音了，刚刚才看到。你找我有什么事吗？你到家了吗？到家了。对了，盛先生下周想吃什么口味的饼干啊？怎么不说话？难道是想来家里和我一起做？盛先生，可能。盛先生，送人的饼干还让人一起做，花秘书到底有没有诚意啊？对盛先生，我永远有诚意。诚意呢？拿出来看看。诚意够吗？
盛先生早安。早。中式早餐。我最讨厌大清早吃小笼包、粥，还有面条。哦，因为我不知道盛先生喜欢吃什么，所以就随便准备了一点。昨晚睡得好吗？那个粥跟面条是我自己准备的，然后小笼包和配菜是外卖，你快尝尝看好不好吃。盛先生，昨晚你睡得好吗？我睡得不太好哎。为什么？你说呢？因为替沈文郎挡酒，所以宿醉失眠了？不是，是因为心跳得太快了。是吗？这辈子都没跳得这么快过。这样就睡不着了，那以后怎么办？以后？是啊，以后怎么办？盛先生，要是将来和你谈恋爱的话，我会不会得心脏病啊？为什么是将来？花友，现在你把我当成什么？像驯服动物那样驯服爱欲，让它吃讨厌的食物，讲谈我喜欢的人。进。盛总，这是我们合作供应商的名单，请您过目。上次我们参加技术会议时，利穗科技的销售总监喷了最知味的香水，所以我特地把利穗从我们的供应商名单里剔除了。不必。利穗科技的分离纯化设备我们用了10几年，用不着为了一点小事换供应商。好的，盛总。对了，人事部门刚提了最终的问询。A 组实验室的陈科上周没按流程擅自离岗，要做免职处理吗？扣除本业绩效，留岗查看。好。盛总最近的心情好像特别好。盛先生，你从一进门的时候就在忙着处理工作，吃晚餐的时候也一直在回消息。现在要不要吃点水果？中场休息一下，让眼睛放松一下。
沈总，现在？哦，好的。盛先生，沈总让我现在去公司给他送趟文件，我出去一下，马上回来。几点了？哪个正经的 Omega 这个点去给别的 Alpha 送文件啊？还有，我给你个建议，每晚12点以后，你都不能管其他 Alpha， 只能管我。你每天下班回家，身上沾的都是沈文郎的味道，怎么到我这里就碰都不能碰了？盛先生，我是沈总的秘书，待的时间久了，沾上气味也是难免的。如果你介意，我以后一回家就会洗澡，但你不要说的我好像……我也没说你跟他有什么关系啊，但你干嘛每次都不让我碰？我有性激素紊乱症，还在治疗期。医生说禁止亲密行为，除非什么？没什么。花勇，怎么可能没有什么？我要听实话。除非您愿意永久标记我，我只能跟愿意永久标记我的 Alpha 上床。永久标记意味着独占伴侣，我当然知道这是不可能的。盛先生，其实我没有那么贪心，现在这样就已经很好了，真的。行了，不做就不做，别想那么多。盛先生，今晚公司安排员工聚餐，我又得晚点回家。整整1周都早出晚归，不知道在搞什么东西。什么时候回来？邵总，来天地会陪我们喝2杯吧？你都1个月没出来玩了，再这么下去，我都快忘记你长什么样了。没空，不去。不要拒绝的这么干脆嘛！你到底是怎么了？那个兰花贝的 Omega 究竟有什么魔力？
让你为他守身如玉。快来啊，别见色忘义哦。知道了。哇，好帅啊，好像是 S 级的。自信点，把好像去掉，就是 S 级的 Alpha。哎，少游，感觉上次叫我们少游走是上辈子的事情了啊。确实很久没见了，今天怎么看起来有些不高兴啊？我干嘛不高兴？少游，你该不会是和那个兰花味的 Omega 吵架了吧？我为什么要和他吵架？没不高兴就好。来，我们3个人好久没见了，今天不醉不归，多喝点。来，一起干了！来，干了啊！去给盛总拿瓶皇家礼炮，再叫几个能喝的 Omega 过来陪着热闹一下。好的，志总。黄秘书，盛总就麻烦您照顾了。那我先告辞了。晚上去了哪儿？聚餐怎么样？去了一家韩国料理店，很吵，不怎么好玩。盛先生呢？晚上这么晚回来，是去哪里玩了？我去哪儿？和你有什么关系？和我无关吗？这么浓的 Omega 味道，我隔着门都能闻到。盛先生，你是被 Omega 标记了吗？这么浓的 Omega 味道，我隔着门都能闻到。盛先生，你是被 Omega 标记了吗？
我的事还轮不到你管吧？盛先生说的对，那我先回房间了，晚安。你的手怎么这么凉？花友，你也等了我很久，对不对？早上9点半给沈总买咖啡，11点半提醒沈总吃午餐，1点半提醒沈总午休，3点半提醒沈总参加部门会议。沈文郎又不是智障，干嘛连吃饭都要人提醒？简直有病！这个小王八蛋，在公司连沈文郎午不午休都要管，回到家却跟我冷战，一句话不肯跟我说。哼，既然他都不理我，那我还巴巴绕远路回这儿干嘛？盛先生，感谢您这些日子的照顾。我仔细想了想，一直打扰您确实非常不妥当。这几天我已经重新找到了其他住的地方，我今晚就会搬走。晚餐在冰箱里，记得吃。另外，您借给我的钱我会按时归还，但是没什么事的话，我们以后就不要见面了。什么叫以后都不见面了？你去哪？盛先生，你回来的正好，我正好想向您当面道谢，谢谢您这阵子的照顾。再见。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你把我这当什么地方了？收容所吗？抱歉，那你想怎么样？我想怎么样？我想怎么样都行吗？不是。要是还想再见面的话，就算了吧。为什么？
不想继续陪我玩只接吻不上床的恋爱游戏了？还是说，你找到愿意永久标记你的 Alpha 了？没有。哎，我不想再这样下去了。为什么？因为很喜欢你。每次一想到你跟其他欧米伽在一起，嫉妒就会让我变得丑陋，让我变得不像我自己。这样的我实在太糟糕了。所以我们还是算了吧，以后都不要再见了。盛先生，祝你幸福。话才刚说了一半，你打算去哪儿？我想说的都已经说完了。可我没有同意。花阳，别走，我们坐下慢慢说，好不好？有什么在这说吧，说完我就走。一两句话说不清楚，别胡闹了，把行李放回房间。天华，谢谢。阿勇，我们讲和吧，别再闹了，好不好？我们以后别再吵架了，好吗？好。石总，您今天晚上有一个商务晚宴，明天约了远南集团的楚总会面，后天呢暂时没有安排。周一的例会资料呢，我会稍后发到您的邮箱。高图人呢？高秘书请假10天，不过您放心，他提前交接好了工作，您的贴身事务呢都由我来负责。又请假，原因呢？好像是因为家里有事儿。他能有什么事？大概又是去陪那个3天2头就发热的 Omega 吧。哼，无所谓。既然这么喜欢在家里做模范情侣，那就干脆别回来了。他手头的工作你都找别人交接去。是。愣着干嘛？把飞机捡给我啊！
哦，抱歉，沈同学，请问可以耽误你1分钟吗？高驼，抱歉，这位同学，请你让一让。沈同学，我只需要1分钟，我并不一定要强求一个结果，我只是希望突破一下自己，可以吗？抱歉，这位同学，你还是去突破别人吧，沈同学很忙。烦死了！就算是拒绝，那也让沈同学自己来对我说。你算什么东西？沈同学的拦路狗吗？不是我，什么不是？你一个贝塔，天天跟在人家 S 级阿尔法的身边，帮他挡桃花，谁知道你安的什么心？我怀疑你居心叵测，想要独占沈同学的关注。龌龊，不要脸！高驼，你跟欧米伽费这么多话干什么？还不快走！我要吐了。我最讨厌欧米伽。下周来上班时，记得把自己身上洗干净。你不知道自己身上的欧米伽气味有多浓吗？不要带着肮脏的欧米伽气味靠近我，臭死了！喂，爸。哎呦，高图啊，你怎么这么久才接电话？哎，爸爸呀，最近看上了一桩大生意，这回报率很高的。这就是还差一点点启动资金。想找你呢，再拿点，还是打在我原来的银行卡上。你要多少？嘿嘿，不多，10万就够了。10万？是不是又去赌钱了？不是，怎么这10万很多吗？哎，你小子在那么大公司上班，肯定也不少赚吧？怎么连10万都不肯给你爸出啊？我真是白养你这么大了，你真是个白眼狼！爸，我只是个打工的，公司大不大和我有什么关系？况且小青还在住院。行，哎呀，就小青那个，他从小就是个病秧子，只会拖累我们，治来治去也不见起色。这依我看啊，这纯属就是浪费钱，拖累咱们啊！还不如早点放弃治疗。你在说什么？小青是你女儿。好，行，那你愿意给她治你就给她治，好吧？那我要的钱，你看看什么时候能给我转过来？我没那么多，我最多给你2000。什么？2000够干什么呀？你小子赚那么多钱，却不肯给你爸花，这说出去是要被人戳脊梁骨的。我告诉你啊，这钱你要是不给我，我就去你公司闹。哎，我看你以后在公司还怎么做人。好啊，随便你。只是等你闹完了，我丢了工作，你就连这2000块都没了。哎，你。高秘书，要是可以，你最好提前2天回来。沈总看你最近总请假，发了好大的火，还撂下狠话说让你以后都不用再来了。你回来记得跟沈总解释一下，免得以后被针对。其实他根本不需要我，是我一直注视他，不肯放弃。他就像月亮一样闪耀，被群星环绕，而我只是众多星星中最普通的一个。先生，这是我们店最新热卖的单品，是 ABO Design 系列的沐浴露、身体乳和洗发水，味道非常好闻哦。这款是鼠尾草香味，这款是鸢尾，我们还有兰花味和玫瑰味也非常畅销。先生，你是贝塔，没有原生信息素气味，您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尝试一下这些产品哦。留香都非常的长，买一整套还会额外加送一份信息素抑制剂贴。对的，如果您现在没有购买需求，也可以在各大平台搜索垂涎 ABO 宇宙，先关注我们。我们的账号叫垂涎 ABO 宇宙，几乎每周都会有直播，便利店内所有的产品在我们直播间都会给到大家最大的优惠。
麻烦帮忙结一下账，我就买购物车里这些就好。我去买点别的。喂，你是4胞胎吗？什么？哦。早上在图书馆做图书整理，中午在肯德基做服务员，下午在水果超市当搬运，晚上又在垂涎便利店做收银。同学，我们是一个学校的吧？你的暑假作业是什么？江户市服务行业的田野调查吗？1万24块。难道四处打工是你的兴趣爱好？不是，我……这个洗护产品听起来挺有意思的，你也给我介绍一下吧。这款是我们刚刚上架的味道，目前还在优惠期，买一整套还会额外赠送一份信息素抑制剂贴，您需要吗？帮我拿一瓶这个，一起结账。过几天就要开学了，你的暑假作业做完了吗？这种兼职打工能赚几个钱？好好读书才是正事。文浪，你别这么说高图，他是特困生，我们私立学校学费很贵的，他要靠打工和你家基金会发的奖学金来维持生活。高图，对不起啊，文浪他不是有意的。没关系。沈文郎，你还少拿了一瓶饮料，赠送的抑制剂贴你也没拿。送你了？为什么？礼尚往来。每天早上我课桌上的那些早餐，是你买给我的吧？啊？真的假的？高图，你干嘛给沈文郎买早餐啊？文郎他不吃早餐的。而且那种一看就超多添加剂的东西，他更不可能吃了。哎，有这闲钱，不如给你自己多买点午餐吧。吃的比猫还少，以后别给我买这些了，多吃点肉吧。这么瘦，难看死了。早就应该放弃的。不应该再继续做永远不可能实现的梦。可是，放弃好难，舍不得放弃，所以宁愿撒谎，靠毫无节制的注射抑制剂来维持贝塔的身份，来维持这虚假的友情。可是，靠欺骗维持的友情，10年。就已经是极限了吧，沈文郎，对不起，我喜欢你。从第1季度到现在，我们投入了近40亿，但迟迟没有明朗的结果。董事会那边的压力也越来越大，有几个举牌股东一致认为，盛放生物全力押宝信息素腺体癌靶向药研制是盛总您在以权谋私。舆情管理部门那边怎么说？不太好，负面舆情影响了我们的股价。更可恶的是 HS 集团透出风声说，最近经有关部门特许，他们的靶向药有望在2年内通过临床3期试验，提前投入市场。但这也许只是 HS 集团为了借机刺激股价放出的虚假利好。盛总，您不必太过担心。怎么可能不担心？
几十个亿烧光了，却没有任何进展。为了给实验室留足够多的权限，我推行了技术中心制改革，动了董事会那帮老头子的蛋糕。再这样下去，内部反对的声音只会越来越大，盛放迟早四面楚歌。实验组的几个领头人已经下了军令状，让大家加班加点的赶进度。人事方面也一直在积极招募相关领域的专家。盛总，还有件事。什么？我们收到消息 ，X 控股的相关负责人近期会来江户，可能要寻求新的合作伙伴。消息属实吗？已经确认过了，他们会组织专门的交流会，已经给江户头部的生物制药企业都发了邀请函。听说那位先生也会亲自来江户，与最后当选的合作伙伴会面。是吗？那太好了，只要我们也能搭上 X 控股这条线，共享靶向药的专利技术，就不会这么被动了。我不信沈文郎能拿到的东西，我们盛放拿不到。可是什么？盛放生物不在邀请名单里。为什么？公关组还在查明原因，这一点确实很奇怪。毕竟在邀请名单里有许多远不如我们的企业。查明原因，尽快跟我汇报。好的，盛总。陈冰冰 ，X 控股这次的来访代表是谁？是常宇。好的，我知道了，你先出去吧。盛总，您的易感期快到了吧？您看起来很累，要注意身体，没有什么比健康更重要。好的，我知道了，谢谢。为什么单单不给盛放生物发邀请函呢？上次张会长的晚宴上，我和常宇还打过招呼，并没有开罪他的地方，怎么会被针对呢？盛总，我是环宇生物的技术总监久仰。你好。哎，你怎么不去和那边盛放生物的盛总打招呼？你仔细看看盛总的后颈，看那是什么？抑制剂贴？是啊，盛总估计是快到易感期了。他可是 S 级 Alpha， 我一个 B 级的 Alpha， 特殊时期还是少和他接触为妙。被 S 级来一下压迫信息素，不是闹着玩的。不好意思，盛总，常宇到了吗？到了，不过没走正门，从侧门直接进了 VIP 休息室。休息室门口有几个保镖，几个认识常宇的熟人都被挡了回来。我们还是先不去碰这个钉子。一会儿找机会私下敬杯酒。好。盛总，您怎么了？没事。不知道为什么，这次一砍期感觉和平时不太一样，有些不受控制。您后背出了很多汗，抑制剂贴都湿了。我带了备用的，您要不要去洗手间换个新的？好。常秘书，抱歉。盛总在里面。盛总好大的排场，上个厕所也要靠信息素压制，霸着一整个洗手间。盛放生物的傲慢与独裁，我算是领教了。
盛先生，你脸色好差。兰花味儿，好香。盛先生，你不舒服吗？去床上躺会好不好？我好难受。我知道，我扶你去床上躺会好不好？好。陈秘书，辛苦你了。盛先生就交给我吧，你先回去，我会好好照顾他的。我好难受。盛先生，松开手，这样我怎么帮你换衣服啊？不放，我不要脱衣服，我就要这么跟你睡。不换衣服怎么睡？这样会不舒服的。我不困。还有，我好难受。我这么难受，你一点都不心疼吗？心疼，当然心疼。盛先生，你先躺好。喜欢我的安抚信息素吗？盛先生，要做个好梦啊。晚安。盛总，最近有传闻说 HS 集团突然成立了反贪污小组，专门针对信息素靶向药研究的核心人员大搞调查，弄得人心惶惶。您看，我们要不要趁机？自古祸起萧墙，沈文郎这个时候搞这么一出，简直是自掘坟墓。你让人事部门成立一个专门的猎聘组，趁着他们内部人心动荡，想办法挖一些核心骨干过来。好，不过 HS 的保密工作做得太好了，我们目前只能查到被调查的对象基本集中在科研组。名单呢？具体名单还在调查中，但是有难度。陈平明，是。我不看难度，只看结果。这件事你放手去做，1个月之内我要拿到核心人员的名单，不论付出怎样的代价。好的，盛总。喂，少游，你的1赶7快到了吧？这次我们还是一起去度假，好吗？我不是已经告诉过你，我们以后不要再联系了吗？少游，我知道你不喜欢我总是出去玩，可是我已经改了。你改不改和我有什么关系？别这么说嘛。我知道你和那个兰花味的 Omega 在一起了，不过乔哥都跟我说了。潘柏拉图式的恋爱是很浪漫，可是少游，你一个 S 级的 Alpha， 1赶7没必要自己一个人扛吧？我1赶7怎么过，和谁过，都和你没关系。我们只是玩几天的关系而已。如果你还希望我再给你付几个包的账单，可以联系我秘书。以后没什么事，不要再打给我了。还有什么事啊？少游，我博乔。怎么火气这么大？谁惹你了？你少拿我的隐私到处宣传，我的火气会小一些。嗨，那不行，你知道我的个性，机密的事千万别告诉我，藏不了一点。对了，你不是1赶7快到了吗？我正好要去 P 国玩2天，你要不要一起？P 国的娱乐产业可是很发达，有很多好看的 Omega。不去。干嘛不去啊？去吧去吧，人多热闹。雨山也去。博乔，你别逼少游，你又不是不知道，少游没事从来都不去 P 国的。哎呀，就当给我面子，
一起去吧。不去。我说什么来着？被无情拒绝了吧？我知道他不喜欢 P 国，这不是想帮他克服一下吗？就因为小时候在 P 国弄丢了祖传的怀表，就彻底恨上了 P 国。我们盛总的心眼儿真是比毛孔还小。来，花勇，你躲在这里干什么？你这是什么表情？吵死了！到底是谁？给我出来！你吵到我午睡了，还敢问我是谁？盛少游，你一个 Alpha 欺负一个 Omega。过来，把眼睛闭起来。纸老虎而已，已经被我吓跑了。你别怕，我没别的意思，只是给你一点安抚信息素，你会好受一点。别怕，安静的待一会儿，一会儿就好了。没有信息素的味道，你不是 Omega， 是 Beta。啊，这么可爱的 Beta 我还是第一次见。那安抚信息素对你没什么作用了？不是，我不是贝塔，只是还没有分化。哦，怪不得我闻不到你的味道。不过我就要分化了，你喜欢什么味道？我该走了。盛少游，什么事？我去拿个东西，马上回来。哦。盛少游，你能给我留个联系方式吗？怎么，想要谢我？谢就不必了。以后要是再遇见欺负你的人，别再傻站着不动了，打不过就跑，至少还能保护自己。就这样吧，再见了，小朋友。陈秘书，您想喝茶还是咖啡？我都可以，看您方便。抱歉，没提前约你就直接过来了。没关系，那我给你泡个小青柑。好。谢谢。盛总去出差了，怕花秘书你一个人无聊，特地让我来给您送本书。什么书？啊，这本啊。前阵子刚跟盛先生提起过，我说我从小就喜欢这本书，一直想再多读几遍。
我跟了盛总很多年，看得出来他很在意你。盛先生是很好。陈秘书，盛先生是不是因为易感期，所以才出差的？这是盛总的私人行程，我不太清楚。私人行程啊，我知道了。啊，对了，我还烤了饼干，陈秘书要吃吗？好啊，那就不客气了。别客气，我烤了2种口味，你都尝尝看。陈秘书，陈秘书是很喜欢我们公司发的公文包吗？如果你喜欢的话，我可以送给你。啊，这是花秘书的包啊，我还以为是盛总的，想帮他把名片补充好。上次商务宴会，盛总发现他的名片夹是空的，生了很大的气。盛先生有时候脾气是不太好，辛苦你要多照顾他。不辛苦，都是应该的。快尝尝看，我刚烤好的。啊，我突然想起，盛总让我今天一定要再去一趟实验室，那我就先不打扰了。肯定是工作最重要。那我帮你把饼干打包好。太麻烦您了。见。沈总，您要的白茶。你怎么回事？脸色这么差。我没事。什么叫没事？你照过镜子没有？这样的脸色叫没事？不好意思，我最近可能是没睡好，有一点头晕。头晕？高图，你不是小学生了，身体有问题就应该去看医生，连这点道理你都不懂。高图，你到底在干什么？已经看过医生了，吃哮喘饭了，连打了几天特效针，已经好转了。沈总，这是您要的下个月采购计划预算总结。高图，是，这就是你做的财务报表。采购预算单的总数一栏里多了一个0。高图，你是瞎了吗？抱歉，沈总，是我没有检查仔细。检查？哼，我看你的心思是一点都没有放在工作上，连魂都被那个动不动就发热的欧米伽给勾走了吧？连数字都能写错，我请个小学生来都不会犯这种低级的错误。沈总，报告是财务组和采购组共同拟定的，我只是负责拿过来。抱歉，我前几天不在，所以没能亲自审核这份报表。但是 HS 集团不养闲人，我也没时间听你借口。抱歉，我立马补救。另外，你应该很清楚吧？我讨厌 Omega。是，我知道。那你为什么还敢浑身沾着 Omega 的臭味，还进我的办公室？我……臭死我了！滚！滚回去洗干净了再见我。抱歉，沈总，我马上走。
他不知道和谁一起去过了易感期，真想杀人。那个陈秘书办事毛手毛脚，放个窃听器，动静大的要命。他身边怎么尽是这些没用的废物？总之，时机已经成熟，一切按计划进行。疯子！不遵医嘱就擅自使用抑制剂也就算了，你居然还在发热期注射抑制剂，还吃止痛片，你不要命了吗？臭损！滚！滚回去洗干净了再见我。盛先生，想我吗？你说呢？啊，吃饭了吗？还没，我一下飞机就直接飞回来了。那正好，我刚好在做晚饭，你等我一下。喂，博乔。少游，你总算接电话了。一个人过易感期，是不是长夜漫漫，孤枕难眠啊？哼，有事快说，没事我要挂了。我就是关心一下，一个人过易感期多难熬啊！
要不然还是让雨山给你介绍一个干净漂亮的欧米伽算了。用不着，我已经回江湖了。啊，你好了？那雨山那儿的欧米伽只能便宜我了。以后没什么事，别开这些乱七八糟的玩笑，他听见会不高兴的。好，好，好，有人管就是不一样。行了，行了，是我格局小。好了，我要吃晚餐了，没什么事挂了。我新学的鲫鱼汤，你快尝尝看，好不好喝？怎么样，好喝吗？很好喝。那就好，我还担心我第一次做鲫鱼汤会不好喝呢。最近工作忙吗？是有一点。最近公司对员工的审查特别严格，好像还专门成立了一个风控组。是吗？好像是靶向药研发部门出现了很严重的贪污腐败，还涉及到了公司机密的外泄，总之很复杂的样子。那你得小心一点。我一个秘书，又不是技术部门的，况且我很公私分明的好不好？公私分明？那你还跟竞对公司老板谈恋爱呢？那盛先生也从来没有让我窃取过公司机密啊。所以放心吧，我会安全的。今天天气挺好的，客户跟我说再联系一下。盛总早。盛总早。盛总早上好。你们有没有发现盛总最近心情特别好？我也发现了，难道是有什么好事发生？好像没有吧？我可是听说了，X 控股这次召开的行业技术交流会，他们没有邀请我们，信息素靶向药也迟迟没有进展。难道是我们销售部门接了好几个海外订单，股价有所回升，所以心情特别好？有没有可能是盛总恋爱了？怎么可能啊？盛总是什么人啊？嘘，区一个恋爱会让他那么开心，我反正是不信。就是，也对哦。真是。临近发热期的兰花，好香啊！怎么了？还是有点不舒服。好像还是有点低烧。低烧3天了，要去看医生。看过了。医生怎么说？说是信息素紊乱症。不过你放心吧，我有在吃药的。花友，是不是只要被永久标记，
你的信息素紊乱就会好。盛先生，永久标记是很重要的决定，我不想因为你可怜我就……我不是因为可怜你，我还是不希望你那么草率的做这么重要的决定，万一将来后悔了，我们都会不开心的。我没有草率的决定。好了，我知道了。谢谢盛先生。我要出门上班了，上班要迟到了。盛先生，晚上想吃什么？你这2天不舒服，就别做饭了，我让人打包一些带回来吃，好不好？我还是想自己做，打包的不健康。那就鱼汤吧，你做的很好喝。好，那我先走了。好了，那晚上见。拜拜。拜拜。您好，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您好，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您好，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怎么上个班到现在还没回？您好，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盛总，陈明明，立刻派人去查一查花勇的动向。花秘书怎么了？他从今天下午3点起就没回过我消息，我6点打他电话，手机关机，人到现在还没回来。我给沈文郎也打了电话，也是关机。陈明明，最近 HS 集团有什么新动向吗？不会是沈文郎犯了什么事，被人一锅端了吧？盛总，你先别急，我马上派人去查。警方已经介入了，至今为止还没有花秘书的消息。监控显示，昨天花秘书正常时间5点半下班，在集团门口上了辆网约车，车开到了一个没有监控的地方，然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车牌查过了吗？查过了，是赃车，线索断了。对不起啊，盛总，是我的错。你有什么错？盛总，花秘书可能出事了。他能出什么事？ HS 的沈文郎沈总非常重用花秘书，出席任何会议都会带着他。我为了得到更多有关研发部的情报，我在花秘书的公文包里放了监听器。谁让你这么做的？抱歉，盛总 ，HS 保密工作实在是做得太好了。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了。您好，您拨打。陈明明，你有沈文郎秘书电话吗？有，打。好。喂，你好，这里是 HS 集团董事长办公室，我是沈总的秘书高图，请问有什么事吗？喂，高秘书。盛放生物盛少游，高秘书，你们沈总呢？盛总好，沈总正在见客，暂时不方便接电话。
有什么事情我可以帮您转告他。你去问一下沈文郎什么时候有空。等有空了告诉我，我随时回过去。好的，等沈总忙完会议，我问问他，稍后给您回电。见。有事吗？沈总，我没事，不要杵在这儿当人形立牌。我请你来不是让你来装饰办公室的，而且你也没好看到能当装饰品的份上吧？高秘书，抱歉。我来是想告诉您，盛放生物的盛少游盛总打来电话。他找我干什么？他没细说，就是让您有空的时候让我告诉他，他会再打来的。才几天联系不上花勇，就急成这样，真没出息。联系不上花秘书，花秘书不是请假了吗？花勇他请没请假你都知道，你也这么关心他？花秘书是我们秘书处的，他的出勤情况我肯定最清楚。况且，像花秘书这样优秀的 Omega， 挂念他的人应该很多吧？能不能不要一天到晚 Omega 的？要是注意力不集中，再犯上次那种低级错误，你就给我收拾东西滚回家。那盛总那里，让盛少游等着，急死他最好。那狗崽子狂的没边，第一次见面张口就是350亿，好像全世界的钱都是他盛放印的一样，早该有人收拾他了。以后他的电话一律不许接。高图，你是我的秘书，不是盛少游的传话筒，摆正你的位置，少给我惹麻烦。是，我知道了。盛总，我已经联系了江湖当地最知名的私家侦探艾伦，相信很快就会有花秘书的消息。真对不起，都是我的错，是我没有经过您的同意就放了监听器，花秘书才……不是你的错，是我告诉你只要结果的，要论错也是我的错。您别这么说。对了，刚刚高秘书给我打电话，说沈总一直在忙，暂时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空。这王八蛋明显是在躲我。明天天一亮我就去他办公室找他，看他能躲哪儿去。有传闻说，沈总之所以能和 X 控股牵上线，是因为和 P 国的黑帮有着说不清的关系。像他这样的背景，如果有心想把花秘书藏起来，应该不难。江湖是法治社会，要是沈文郎敢动花勇一根毫毛，我就弄死他。说好的法治社会呢？盛先生，我好难受。盛先生，我要盛先生。
盛总，我不能让您进去。盛总，您不能再往前了，我真的不能让您进去。盛总，您别走了。盛总，盛总。盛总，抱歉，沈总在忙，有什么事情我可以听领导的。让开。抱歉，您不能进去。沈总，您真的不能进去。让他进来。盛总，一大清早不请自来，有何指教？十五郎，花勇呢？哦，原来是来找人的。不过，行人应该去找警察。我们这里是生物科技公司，恐怕帮不了你。沈文郎，我再问你一遍，花勇呢？花秘书请假了。怎么，他没和你说吗？我还以为像花勇那样的人，什么都会和盛总报备。毕竟，居然敢带着窃听器来公司上班，不惜背叛我，背叛公司，也要帮盛总窃取核心机密。这样的人，又怎么会舍得不告诉盛总行踪，害得盛总白白替他担心呢？窃取核心机密？是啊，我也很震惊。但人赃俱获，容不得我不信。我的狗吃着我的饭，却对别人摇尾巴，自然是要给一些教训。沈总，江户是法治社会，劳动关系是双向选择。花勇是在你这儿上班，但他不是卖给你啊。他在哪儿？我劝你早点告诉我，不然的话就怎么样？盛总在江户的影响力的确很大，但就像盛总说的，江户是法治社会，我们 HS 合法经营，一没犯法，二没欠债。就算盛总的能耐再大，又能把我怎么样？实话告诉你，我和花秘书两情相悦，他愿意跟着我，不想再跟你有任何瓜葛。众所周知，我讨厌Omega，但花勇是唯一一个能引起我兴趣的。他的信息素味道和他本人一样，虽然平时淡淡的，但特殊时期却出人意料的热情。哦，这样。第一次那晚，他好像有些发烧，神志不清，居然当着我的面喊了其他Alpha的名字。盛总，你和他那么熟，不如你来猜猜，那晚他在我身边，哭着喊了谁的名字？盛总仗着是 S 级 Alpha， 单枪匹马的来到我的地盘，还动不动就搞信息素压迫这一套，欺人太甚了。花勇在哪儿？把它还给我！现在知道心疼了？你堂堂一个 S 级 Alpha， 却让 Omega 来替你破核心机密，现在才知道心疼，太晚了吧？盛总，沈总，你们俩冷静一点，
有话好好说。滚开，沈总。花秘书确实不在公司。沈总刚才说的都是气话。你们都把信息素收起来，大家解决不了问题，咱们坐下来好好聊。别跟傻逼浪费口舌，你看咱像是有理智、能好好说话的样子吗？发疯的狗崽子！沈文郎，你也少说两句，把信息素收起来。沈文郎，放开我！高图，你没事吧？把这个咬人的狗崽子给我扔出去！沈文郎，这事儿没完，叫司机备车。药，我的药。什么？你说什么？给我药。药？你的消喘药吗？我帮你找。药呢？不用，我自己来。你离我远一点。你个贝塔，对信息素又不敏感，盛少瑶的信息素气味全沾你身上了。妈的，这疯狗的信息素气味浓得要命，怪不得你的哮喘会发作，烦死了。别乱动。别。是这个吗？去核磁，开快一点。不去核磁。核磁是市里最好的医院。不去核磁。不去核磁去哪儿？沈总，不去核磁，我怕我妹妹会担心。好，那你说去哪儿？去市第7医院，我一直在那儿看病。高图，高图，哎，你看见沈总和盛总神仙打架的现场版没？哎呀，吓死人了！高秘书拉架都拉进医院了，而且啊，幸亏高秘书是贝塔，对信息素不敏感。如果换成 D 级 Alpha 或者是 Omega， 再碰上2个 S 级，可能就当场死掉了。那肯定啊，吓都吓死了。可是盛总为什么要和沈总打架啊？还能因为什么呀？因为花秘书呗。啊，这和花秘书什么关系啊？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哎呀，能有什么误会啊？你想想，除了花秘书，沈总还和哪个欧米伽接触啊？平日里沈总连泡个茶都要高秘书亲自去做，好像我们这些欧米伽一接近就会毒死他一样。可是沈总不是讨厌欧米伽吗？我还一度怀疑他的性向呢。哎，你这么一说，故事就完整啦。啊，你想啊，燕欧症的沈总和同为 S 级的盛总，本来就是门当户对的，可能早就已经在交往了。现在却杀出来一个花秘书横刀夺爱，怪不得盛总这么生气呢，直接杀来集团和沈总大打出手。2个 S 级阿尔法，你这胡编乱造的本事也太强了。行了，工作期间不要乱聊天，赶紧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去。医生，他怎么样？灌了水已经好多了，不过呢，他的身体底子啊实在是太差，这不是1天2天就能调理过来的，后续还要好好接受治疗才行。哎，你不就是整天和他待在一起，却讨厌欧米伽味道的 Alpha 吗？哦，现在知道要假惺惺的关心他了。哼，你平时啊要少折磨点他呀，比什么都强啊。还什么讨厌欧米伽的味道了？我说你一个大男人，少矫情点行不行？
神经病！谁让你保密工作做这么好的？把消息放出去，让他知道我在哪。盛总，目标到了 X Hotel， 看起来和人有约。继续跟，艾伦，你要小心一点，千万不要打草惊蛇。盛总放心，我是整个江湖最好的私人侦探，没有之一。盛总，你电话别挂，我们保持通话畅通。老板，对不起，我错了，对不起，老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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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对不起，老板，对不起。吵死了，吵到我的耳朵了。喂，好。怎么这么慢？有点事耽搁了。你脸怎么了？谁打的？还他妈能是谁？盛少游，疯狗一样，老子的秘书都住院了，真他妈的倒霉。我跟你说啊，老板的情绪刚刚稳定下来，易感期加寻偶症，你说话要小心哦。凭什么我惯着他？老子还挨了打呢，就他最娇贵。唉，前几天寻偶症把自己弄得遍体鳞伤，昨天刚稍微恢复一些，便开始着手处理批国集团涉毒的事。刚教训完的几个算是从犯，昨天来的6个主犯，4轻2重，都在医院躺着呢。什么4轻2重？4个轻伤，2个重伤。靠，他真是疯了吧？下这么重的手。这不能怪老板，有人趁老板不在总部，利用新开的航路贩毒。心思倒是挺野，只是手段不怎么高明。第一批货还没出城就被截了下来。若是换做以前，老板是绝对不会让他们活着离开的。他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好心了？难道是江湖的风水好？哼，小疯子也突然长了菩萨心肠。谁知道呢？我听说是为了给心上人积福报。神经。到了，我开门，你进去少说2句。9901的那个 Omega， 你们见过没呀？那个兰花味的 Omega， 就是挺清秀的，一看就是好人家的孩子。哎，真是可惜了。可惜什么呀？可惜呀，快被那些粗暴的 Alpha 们给玩坏了。真的假的？呀，他刚入住那天，我远远见过一面，没看清楚脸，但能迷住一群 Alpha 的 Omega， 长相应该不会差。哎呀，岂止是不差，那个 Omega 虽然是做那种接待的，但是啊，他
却长了张冷淡禁欲的脸。我要是 Alpha， 只要他一哭，铁定什么我都能给他。但我听夜班的小张说，他那个套房玩得很大耶。前几天夜里他满身是血的，被高层主管给抱出来呢。不管是不是干这行的，想想真是造孽啊！哎，漂漂亮亮的，干嘛遭这罪哦？你管他？哎，说不定人家愿意呢。哎，你刚才也看到了，刚才从他房间里浩浩荡荡的出来一群的 Alpha， 一群 Alpha。你们直接撞破现场了？也不能这么说，可能只是看错了。哎呀，你别自欺欺人了，这哪能看错啊？99层 X 控股专门用于接待 VIP 的地方，那些有钱有权的，他们什么没玩过？既然来了这里，就要玩点更新鲜的。况且那9901房间那样的接待最先他的客人一定很多。如果一个一个排，那要排到猴年马月所以嘛，为了效率，适当的重叠是喜闻乐见的。他那里的常客许多都是相熟的，熟悉的人一起组团运动，那是常有的事。说到底，共用一个 Omega 也是一种合作，这才能显出亲密来嘛。那你的意思，他浑身是血，是因为他一个人被？是啊，一个 Omega 要伺候几个 Alpha， 陪他们一起玩。伦，把他带回来。什么？艾伦，把他带回来！艾伦，艾伦！我让你把他带回来！盛总，我的听力正常，你说话声音太大了，快把我吵耳聋了。只要你把他带回来，价钱随便你开，我永远欠你一个人情。好，你放心吧。破桥，你去过 X Hotel 吗？少游，你怎么了？听上去声音不太对。别废话，回答我。很早以前去过，但去的很少，我哥不让。那里是 P 国人的地盘，和我们的路数不同，玩的太野，我哥怕我吃亏。不过听说 X 控股的新主人上位后有过整改，但具体我就不知道了。沈文郎，沈文郎，沈文郎，你怎么敢？你怎么敢？把底下的人打得他妈的不认识，居然还有心情在这儿睡大觉。起来，文郎，快起来！吵死了，沈文郎，天是塌了吗？天倒是没塌，就是文郎叫盛少游给打了。我早就提醒过你了，他很凶的，你要小心一点。你还手了，不然呢？我活该站在那儿让他打。你碰他了，我这叫正当防卫，你懂不懂？不懂。你碰他哪了？他他妈的要掐死我，我就踹他一脚，只有那么一脚。
嗯。你有病啊！这也能怪我？这次就算你没有经验，下次注意，不要再对盛先生动粗了。再也没有下次了，花友。你以为老子愿意啊？要不是当初创业时期欠了你人情，你又是我 HS 的合伙人，你以为我愿意掺和这破事儿啊？盛少游傻逼贴着你整虐，老子可不傻。要不是你设计的烂剧情，老子会挨他的揍。文郎，知恩图报是很好的品格，我帮了你，所以你帮了我。日后如果你还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地方，就又可以有来有往，这是良性循环。良性循环？那能请你老人家帮帮忙？下次再教训下属时，下手轻一点，给我和常宇留几个能不住院的吗？但凡从你房里出去的，没一个能正常开工的。昨天那几个，现在还在加护病房里躺着呢。不能。唉，文郎，少了几个妄想碰毒品生意的废物，这个地球应该不会停船吧？你是知道的，我花了多大的功夫才把北超控股这艘破船带上岸。谁要妄想弄脏我的甲板，我就要谁的命。这很合理吧？以后但凡谁再敢碰这种生意，不用你出面，老子第一个弄死他。这才对呢。我知道你和常宇待人做事也不容易，可是文郎，我够心软的了，不过就抽他们几鞭子，四肢健全的就让他们走了。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你那叫几鞭子，再多几下，命都没了。我没花什么力气啊。要是这都能死，那只能怪他们自己太弱。好了，文郎，老板已经特意给他们留了条改过自新的活路，这是他们的福气。不碰毒品是我的底线，管好你们身边的人，不要再让我失望。是。哎，我让你放出去的消息，你放出去了吗？哎，我让你放出去的消息，你放出去了吗？有这耗子跟了我一路，这会儿估计已经摸进酒店了。你说这些伤能留多久？你得感谢易感气和寻偶症帮你消耗了大部分体能，要不然，以你那怪胎式的恢复力，能留到现在已经算是奇迹了。好的太快了，盛先生要是看不见怎么办？那就让他接你回家，让常宇也能轻松些。言归正传，等一会儿聊完正事，我还得去趟医院，托了盛少游的福。我的秘书留院观察，到现在还没醒。是高秘书吗？兰花卫，应该是这里。找到他了吗？还没。哎，对了，文郎，我听药品开发部门说，靶向药已经进入了制剂开发阶段。总体来说，开发比较顺利，也已经拿到了临床实验加速的特批手续。好了，今天就聊到这儿，我先走了。
日后啊，盛先生肯定还要再找你麻烦。我劝你好好休养，养得皮实一点。养的皮实些，好耐打是吧？切，小疯子。我们很快会再见的。最近的日子真挺难熬的。谁让他之前天天和盛少游在一起，一感情离开一感对象，本来就很难熬，还要面对这些讨厌的人。按他的脾气，忍耐到这个程度，半条命都快没了吧？你总结得很好，下次不要再总结了。老板心情不好，小心被连坐。我看到一个跟踪目标，要是能顺手弄死沈文郎，我再给你多1个亿。盛总，我是侦探，不是杀手。不管用什么方法，一定要把他带回来。放心吧。嘘，别怕。是盛总让我来的。盛先生，让你接我回家。是，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走，我们先离开。可我怎么知道你不是在骗我？盛总，解救对象让我亲自和你确认，是不是真的是你来带他离开？你让他听听话。来。花友，是我，盛少游。盛先生，你们到哪儿了？一会儿就到了。好，那我马上就去楼下。盛总，麻烦你准备一件长外套。好。喂，能不能有点职业操守？你好歹收了人家的钱，快闭上你的狗眼睛吧！别怕，他要是再敢偷瞄，我就把他的眼睛挖出来当泡菜。花友，下去吧，我们到了。别怕，都过去了。我们回家。
别怕。花友，我是沈少游，你看看我，不是别人。不要怕，是我。盛先生，是我。你看，是我。盛先生，我来接你回家了。真的是你吗？我没有做梦。是我，真的是我。你没有做梦，花友，对不起，是我动作太慢，让你等太久。把衣服换了，好不好？我想洗澡。你身上有很多伤，还不能沾水，等看过医生再洗，好不好？我不要看医生，我要洗澡。好，那你先洗，我在外面等你。有事你就叫我，我就在外面，随时都在。花友，我什么都不做，只是看看你好吗？你不愿意看医生，总要让我帮你检查一下伤口在哪儿，才能知道伤的怎么样。好了，会好的，都会好的，别怕，都过去了。盛先生，你是不是很想要信息素腺体癌靶向药的消息啊？我拿到了所有研发部门核心成员的名单，
给你，好不好？你不要吗？先别想这些了，我只想你快点好起来。可是你不要的话，我就什么都没有了，我只有这些了。别乱说，你还有我。花勇，你还有我。早，怎么不多睡一会儿？睡不着，睡不着正好。我买了早餐，一起吃好不好？啊，你之前手机不是丢了吗？我给你买了台新的。谢谢盛先生。别客气，常用的应用都帮你下好了，重新给你办了张电话卡，以后有什么事可以随时跟我打电话。这几天我先陪你在家休息，等你好一点的时候，盛先生，我知道，这阵子你为了找我，一定落下了很多工作。你现在一定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忙，你不用特地在家陪着我的，我一个人可以的。你一个人在家，我不放心。为什么？因为很喜欢你。喂，盛总。什么狼到 HS 了吗？刚到地库，我一直盯着呢。好，堵住他，我马上到。
众所周知，我讨厌 Omega， 但花勇是唯一一个能引起我兴趣的。盛先生，你的脸不小心蹭的。晚饭吃了吗？吃过了。吃了什么？是空调打太低了吗？手怎么这么凉？还疼不疼？不疼。今天怎么肯上笑脸？因为盛先生挂彩的样子很可爱。可爱吗？很可爱。花友，虽然说出来你可能不信，但你包里的窃听器不是我让陈平平放的。2年前，我父亲得了性激素腺体癌，我的确很需要靶向药的情报，但我不会用你去冒险。你别哭啊，都是我不好，但以后一定不会了。我不会再让你受到伤害了，相信我，好吗？盛先生，嗯，你以后别再跟别人打架了，我会担心的。为什么？因为我也很喜欢你。沈总，你就不能找个像样的地方住吗？您怎么会来这儿？人事给了我你的地址，但这里的路太窄了，车停在路口，我走路进来的。这不是您适合来的地方。少啰嗦，是不是和我说了算？快开门。高头啊，你不打算请我进去坐坐？可能不太方便，我这几天不太舒服，所以没有整理，家里很乱。况且那个欧美达也住在这儿。什么欧米伽？就动不动发热的那个。没有啊。那有什么不方便？嗯。一个人住？啊。我发你的薪水很少吗？干嘛住这种连狗都不带的地方？啊，公司发我的薪水很高，是我自己要用钱的地方比较多。
知道用钱的地方多，就别每个月还我那么多。我不是和你说了吗？我借给你的那些无所谓，可以不用还的。那怎么行？您肯帮我垫付就已经很谢谢了，怎么可以不还？家里不常来客人，喝白水行吗？随便。啊。坐。您怎么突然来我家？能不能别总是年按年的？这又不是在公司。高图，你还不到30岁吧？别这么古板。好吧，所以你特地来我这儿，就是为了来嘲笑我古板的吗？你脸上怎么又多了淤青？别提了，盛少有傻逼。今天早上我好端端去公司上班，他竟然派人去地库堵我，我们又打了一架。你们又不是中学生，别动不动就打架。又不是我要打的，是他先找我麻烦。他为什么找你麻烦？花秘书好些了吗？有没有重新回公司上班？花勇他好不好跟你有什么关系？值得你这么关心他吗？抱歉，确实和我没关系。一天到晚不是忙着 Alpha Omega， 就是忙着管别人家的闲事。先管好你自己吧，别再犯报表多一位数都没发觉的低级错误。您说的对，我会注意的。您还有事吗？时间不早了，没别的事的话，您就先回去吧。你赶我走？这儿附近治安不太好，您早些回去会比较安全。你以为我喜欢待在这破地方是不是？一股 Omega 待过的臭味，是爱待谁待？你干什么啊？踹我家门干嘛？你有毛病啊！抱歉，不小心撞的。我们楼道的灯坏了，已经好长时间了，所以啊，很容易摔跤的。哎，楼上那个小伙子哦，他上个月加班回来，楼道里面没有灯，他又爬楼梯，又看手机，又发消息，结果啊，差点摔下去，所以很危险的，你一定要小心，你知道吧？好，谢谢。老板，你看啊，我帮你把这一栋全都修好了，以后你的朋友再也不会在楼道摔跤了。嗯，这鬼地方，怎么路边的灯也这么暗？可晚上回家不会有危险吧？你帮我把这些路灯的灯泡全都换得亮一些。这是政府的事儿，我给你3倍价格，你现在就帮我全部换好。好，没问题。嗯。盛总，您别太担心了，病人的情况呀，已经比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要好很多了，他的恢复速度远超我的预估。这就好。那没什么事，我就先告辞了。王医生，辛苦你特地来一趟。您太客气了。
我正好上下班顺路，能帮到您是我的荣幸。我去送下医生。哎，对了，盛总，您之前说上一次的易感期有过信息素紊乱的情况，还因此丢失了一个潜在的重要客户。像之前这样的情况，现在还有吗？最近没再失控过，但不知道为什么，我老是觉得身体很累，浑身没什么力气。哎，盛总，您这次的易感期也快到了吧？就这几天了。您是高阶 Alpha， 按道理来说，这种情况应该很少见。如果是 Omega 的话，我就要怀疑是不是 Alpha 对您使用针对性引诱信息素，导致了被动发热。不过您是 S 级 Alpha， 不符合先决条件，所以呢，很有可能是因为工作压力太大，导致了一过性的信息素紊乱。盛总，您还年轻，来日方长，您在工作的同时也要注意保重身体。谢谢王医生，我知道了。哦，对了，盛总，我再多说一句，因为您是 S 级 Alpha， 病人的身体呢现在还很虚弱，受不了 Alpha 的气味。为了避免他被动发热受到2次伤害，盛总您在易感期还是应该和病人适当的保持距离。这样吧，我再给您开几次上次给你开的那种 Omega 安抚信息素喷雾，这样您在易感期的时候也不至于这么难熬。好，谢谢。我们从华尔街的头部机构挖来了一支精锐团队，专门负责这一次的做空计划。HS 集团本身的股权较为集中，且质押份额较大，所以一旦沈文郎质押的股票价值大幅度下跌，为了不被强行平仓，他就不得不抽出现金流来补齐下跌的市值。这样一来，投标组要抢他们的项目就更容易了。是的，那几个项目的资金占有量很大，到时候为了补齐蒸发的市值，沈文郎恐怕要捉襟见肘了。另外，我们的投标组和设计院的前期沟通工作已经完成，项目设计图纸中的很多标准本身对我们就非常有利。陈平明，是1周之内，我要他们的股价跌破发行价。盛总，您太过保守了。按照您亲自拟定的这份计划，这一次沈文郎不被强平，就算是祖坟冒青烟了。好的，盛总。沈总，坐。沈总，我们最近参与投标的3个项目都没能中标。最后中标的人是谁？是盛放生物。为什么？盛放生物用超低价串标围标，不择手段搅黄了我们。沈总，今天有关部门收到大量集中举报，说咱们公司恶意做空自家股票，证监会已经成立了专案组，开始着手调查了。沈总，公司证券部门收到了江沪证券交易所的问询函，监管层面要求我们要尽快对公司公告中提出的项目落标做出合理解释，以稳定股价，帮助投资者重拾信心。只是几个项目的得失而已，长期看对公司的运营不会造成任何的影响。HS 现金流充沛，负债率和盈利水平都相当的健康，股市的暂时波动也只是和外部的短暂竞争有关。高秘书总结得很对。从长远来看，我们企业结构业务较为分散，利润来源相较于同类型企业更加广泛，抗风险能力极强。另外，我们和 X 控股合作研发的信息素腺体癌靶向药也已经顺利完成了制剂开发，并且已经取得了有关部门临床加速试验特批，相信很快可以投产面世。是的，根据第三方数据统计，信息素腺体癌的发病率高达10万分之5，特效药的价值可想而知。一旦成功面世，
不仅可以提高 HS 在制药行业里的地位，也可以为 HS 集团拓展出一个巨大的收入来源。我都看一下。我也喝多了，再看几眼。不要带着肮脏的欧米伽气味靠近我，臭死了！众所周知，我讨厌欧米伽，但花勇是唯一一个能引起我兴趣的。他的信息素味道和他本人一样，虽然平时淡淡的，但特殊时期却出人意料的热情。这样，第一次那晚，他好像有些发烧。神志不清，居然当着我的面喊了其他药法的名字。盛总，你和他那么熟，不如你来猜猜，那晚他在我身边哭着喊了谁的名字？高秘书，秘书长，高秘书，你刚才的发言实在是太精彩了。谢谢。现在啊是特殊时期，幸亏有像高秘书这种和沈总这么有默契的左右手在沈总身边，不然这沈总恐怕会更加焦头烂额。哎呀，这老同学就是不一样，只要沈总一个眼神，这高秘书立马就知道该接什么话。难怪咱们秘书处的同事啊都在说，只要有你在，这沈总啊在会议上的状态也松弛得多。行了，那你先忙，我去准备一下下一份会议资料。加油！再晚点吧。喂，华先生，是我。陈秘书，是的，不好意思这么晚打扰你。我打您电话是想告诉你，盛总最近有点事，这几天就不回去住了。他担心您会等他，所以特地交代我跟您说一声。哦，好，那您早点休息。好。一感期不回家是坏习惯，得改。盛先生，你回来了。想我没有？怎么了？感觉你有点儿不高兴？没有，只是最近有点累而已。
是不是因为太想我，所以累坏了？嗯，很想你。盛先生，你睡着了吗？嗯，怎么了？你是不是觉得我很脏啊？你胡说什么呢？那你为什么要和其他欧米伽去过一干期？我什么时候和其他欧米伽？和我一起不行吗？一定要做到最后吗？拥抱、亲吻、同床共枕，这些都不够吗？你别总是胡思乱想。不早了，赶紧睡吧。嗯。华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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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医生，华勇突然昏迷了，信息素溢出的很严重，我该怎么办？盛总，你冷静一下，我提前有配好的缓解剂，家里面就应该有，你找一下，注射型的一个小瓶子。找到了。你先给他打缓解剂，打完之后他会好很多，但是要去趟医院。今天我徒弟值班，我让他在急诊室等你们，这个情况恐怕得住院。找到了。你先给他打缓解剂，打完之后他会好很多，但是要去趟医院。今天我徒弟值班，我让他在急诊室等你们，这个情况恐怕得住院。
我真他妈的受够了盛少游。嘘，声音小点，我在医院呢。盛少游病了，病的就不能是我啊？你病了？你来干什么？我不来，让常宇来，那遇到盛少游就更解释不清了。你是怎么回事？病了，看不出来啊？我问你是怎么弄的？我加大了信息素修改剂的使用量。你疯了？盛先生易感期和其他omega去了海岛7天。7天就7天呗。你看看你，脸白的跟纸一样，把自己弄成这副鬼样子，你图什么？就图和其他omega争夺注意力，让盛少游关心你？不行啊！我看你这是疯透了。盛先生太好了，喜欢他的人能填平整个黄浦江，我不想想办法怎么行？为了你，盛少游千方百计的找我麻烦，我还以为他是什么情圣呢，原来也不过是个滥情的人渣。不就是打了你几下吗？又没有少块肉，你一个药法干嘛这么小气啊？你大方，但你管他跟哪个omega上床？那不一样。华先生，你醒了吗？别进来。好，但华先生，检查时间到了，10分钟后我请医生进来替你检查，好吗？好。门外有保镖，你怎么进来的？你爬窗户啊？这里是4楼哎，看不出来。你还是挺关心我的嘛。我是怕你死了，坏了我的事。我以前一直不明白，盛少游到底有哪里好，值得你不择手段，千里迢迢从 P 国追到江户。现在我他妈全明白了，你和他一样，都是疯的。谢谢夸奖。不过，你这么大老远的翻窗进我的病房，除了夸奖我，应该还有什么事情要和我说吧？你最近看新闻了吗？盛少游恶意做空 HS 的股价，还搅黄了我们参与的所有投标项目。贼喊捉贼的去证监会举报。所以呢？所以你俩真他妈的是天生一对。建议明天就去结婚领证，捆绑锁死，不要再来祸害我们正常人了。盛先生是很厉害，那可太厉害了。证监会已经下了问询函。华勇，你那厉害的盛先生给我们公司造成的损失，你打算拿什么来赔呀？盛先生厉害又不是1天2天的事情了，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况且，真到嘴的鸭子是不会飞的。文朗，是你自己没咬住，这能怪谁？为什么要我来赔？就因为我看上的 L 法比你厉害啊！厉害个屁！公开招标的项目他都敢带人围标，擦着成本价给老子找不痛快。你要是同意，老子立马收集证据去告他。那不行，我不能为了钱让我的 L 法伤心。这样吧，公司的损失我负责补上。不过日后你要是遇到了盛先生，绕着你走。现在是我想避就能避的吗？是你的盛先生追着我打。不过话说回来，文朗，你得好好优化一下你的投标团队了。日后就算遇到围标，也能第一时间解决。事后诸葛亮是没有用的，只会浪费时间。但凡看上的东西就要吃到嘴里，否则就都是无能。你醒了？刚醒。盛先生马上就回来了，你还有事吗？没事的话就快走吧。他来我就得立马滚蛋是吧？
沈文朗，你好没用啊！这次算我帮了你，下次不要再对盛先生动粗了。他上次受伤半个月才好，我不喜欢。你以后谈恋爱，也别他妈找老子帮忙，老子也不喜欢。不行，你得帮我，以后我才会帮你。放手，我用你帮？不用吗？那就凭你自己，恐怕这辈子都不会有老婆了。放屁！文朗，希望你像我一样早日脱单。滚！听说住院回家不能直接回去，要找一个地方吃饭休着，以免把病气带回去。盛先生也这么迷信啊？小的时候我住院回家，我妈妈告诉我的。你呢？一点都不信吗？嗯。我不相信这些，但我相信你。花友，你不是在江湖长大的吧？嗯，但我从前就常常来这里。是为了陪妹妹看病吗？是为了见你。嘴这么甜啊？那我要是问你是哪里人，你是不是该说是我的心上人？那是吗？是。进。沈总，文朗，阿勇和你在一起吗？他怎么不接我电话？不在一起，不知道。你们不是都在江户吗？你怎么会不知道？都在江户又怎么样？你还是他表哥呢，你不是照样打不通他电话？说的也是。什么事？刚刚各部门开完了紧急联合会议，就盛放生物针对我们集团做出的种种行为设计了应对方案。那个，沈总。沈文朗，我知道你在江户的公司遇到了一些问题，看在一哥生你不容易的份上，你要是现在认错回家，我可以考虑不打断你的腿，另外再帮你度过这次难关。不管我爸生我容不容易，他都已经死了。他怎么死的？沈月，你应该最清楚了吧？死心吧，我这辈子都不会再回那个家。你刚刚说什么？啊，您让我准备的车我都准备好了，就在地库等。您是要去哪儿？需要我做什么准备吗？去吃饭。是林氏家的商务午餐吗？一起参与的还有谁？我好提前做好准备。你什么都不需要准备，跟我走就行。对了，我给盛先生准备了一个礼物，谢谢你对我这么好。手表。是基础款，太贵的暂时还买不起。基础款很好啊，百搭。好看吗？沈总，今天不是商务午餐吗？不是。那今天几号？5月19。你连自己的生日都不记得？
走吧，带你吃饭。我订了蛋糕。你还真是阴魂不散。那你呢？一身罪之味，不知道的还以为哪里来的洁厕灵成精了。HS 集团擅自用我的信息素气味开发产品。沈文郎，你那么讨厌 Omega， 却为了花勇一直跟我过不去。我走到哪儿你就跟到哪儿，难道你暗恋我？妄想症要趁早治疗。我告诉你，想表白的话就算了，发疯也要有个限度吧。盛少瑶，听说你从来不跟有过 Alpha 的 Omega 交往，那像花勇这样的，你留着也没什么用了吧？不如让给我。沈文郎 ，X 控股的几个高层对他非常感兴趣，只要你肯把他让给我，靶向药的技术，我可以考虑跟盛放生物共享。高图，你先走，以免再被洁厕灵的味道熏到哮喘。沈先生，算了，我们走吧。等着瞧。我等着，等着你想清楚，到底要不要用花语跟我换。你还是等死比较快。所以，你和盛总到底怎么回事？盛少瑶脑子有病，莫名其妙的找我麻烦。那花秘书又是怎么回事？一个被窝睡不出两种人，他也就那一张脸能看。那你呢？我什么？你要是什么都没做，那为什么盛总每次见到你反应都这么大？我总知道。你干嘛用这种眼神看着我？高图，你不会也觉得我是那种能对花勇做出什么的人吧？我不知道，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不知道就是不知道。高图，我和盛少游，你帮谁？我拿着集团的薪水，肯定会站在集团的那一面看到问题。谁问你这个？如果不管集团的薪水呢？那我站在道德的那一边。哦，那盛少游公报私仇，大庭广众下打架斗殴，肯定不道德。那你呢？你让花秘书去做那种接待，就很道德吗？你知道你在和谁说话吗？抱歉，沈总，是我说错话。已经1点了，您不用回公司吗？你以为我稀罕待在你这破地方？要不是今天是……你以为我稀罕？是，
我这个地方又小又破，一点都不适合沈总待，所以你还是早点回去吧。先是花友，现在是盛少游，你为什么总是因为一些莫名其妙的人跟我作对？你很喜欢他们吗？哦，我总算明白了，为什么你一个贝塔却对盛少游的信息素这么敏感？原来是因为喜欢他呀。喂，你没事吧？你怎么了？喂，还是好烫。你家有退烧药吗？不用，我没事。什么叫没事？生日忘记，发烧也不说，连小学生都知道生病要去看医生吧？高土，你到底几岁？我去帮你买药。真的不用。沈文郎，你能陪我多待一会儿吗？好。生日快乐！你答应过我什么？你讲点道理好不好？是盛少游先动的手，我是正当防卫。如果你以后敢跟盛先生再动手，我就不会再帮你了。到底是谁帮谁呀？好点了吗？吃的药已经好很多了。哦，对了，博乔刚签了人生中的第1个订单，刚打来说周末想请大家一起聚餐，你跟我一起去，好不好？好。盛先生，我打扮好了，走吧。不是让你稍微打扮一下的吗？我打扮过了。我让你稍微打扮一下，稍微懂吗？谁让你打扮这么帅的？看在你今天打扮这么帅的份上，告诉你个秘密好了。什么？以后和别人的聚会，你最好不要这么帅的出现，不然我会吃醋的。那我以后干脆天天脸都不洗就出门好了。
那盛先生呢？盛先生天天招蜂引蝶的，我也会吃醋的。你吃醋会怎样？会这样。来，今晚的消费都由我来买单。来。哎，少游来了，阿勇也来了。现在是不是要改口叫嫂子了？一边去，他脸皮薄，你别胡说八道。恭喜你，签单成功。谢谢阿勇。哎，雨山在那边，我们过去坐。我去接个电话，你在这边等我。好。雨山，博强，放心去吧，我们会照顾好阿勇的啊！哎，看不出来我们阿勇酒量这么好啊！啊？哎，阿勇，少游走了，你很无聊吧？来，我来陪你玩两把。我不无聊。阿勇，听说你失踪了一阵儿。哎，你这一失踪，可把少游急坏了。盛先生很急吗？何止是急啊，差点把整个江户翻个底朝天。说实话，我从没见过少游像喜欢你这样喜欢过哪个 Omega。盛总，我收到消息，有董事会成员私下聚会，说要进行董事会主席的改选，罢免董事长和您在董事会的绝对话事权。理由呢？近几个月，我们拿走了 HS 集团所有的投标项目，投入了大量的资源做空 HS 的股票，还在靶向药研究上花销巨大。好几个股东一致认为，这对盛放生物本身造成了不可消除的影响。我们的现金流状况一直很好。从 HS 集团手里抢过来的那些项目标的，也都是公认的示范项目，不认为有什么问题。至于靶向药，在创新药的领域探索，并不会对盛放生物产生什么负面影响，只有躺在功劳簿上固步自封吃老本才会。陈品明，是。明天一上班就把最近中标的这些项目情况整理成报告，拿到我办公室来。董事会那边我会处理。阿勇，其实世界上的埃尔法不止少游一个。要不你加我个微信，等你和他分手了，可以来找我。分手？如果你们哪天分手了，你就可以来找我呀。少游能给你的，我也能给你。你给不了。你还没说你要什么呢，怎么就知道我给不了？我是不会和盛先生分手的。这么确定？我只喜欢盛先生。可喜欢是会变的，
你才认识他多久？阿勇，人生的路很长，你今天喜欢他，明天就可能喜欢我。就算没那么快，3年、5年、10年、8年呢？阿勇，像你这么优秀的人，肯定有不少人追你吧？时间长了，难免会变心。哎，你也不用急着回复我。如果哪天你改变主意了，记得第一个联系我。我不会变心的。没看出来，我们阿勇还是个情种啊。好，就算你不会变心，那少游呢？你才和他接触多久？以我对少游的了解，他才不会相信什么天长地久之类的。你和他交往还不到1年吧？但这已经是他交往时间最长的一次了。盛总，这是本季度中标的17个项目方案，请您过目。本季度的销售业绩还不错，公司固定资产周转率也有所提高。既然关了门，就不必再说场面话了。今天早上晨会，董事会的态度已经很明显了。安逸的日子过了太久，但凡要冒一点点风险，就个个审问我要一个交代。行百里者半九十，新药研发本来就是一场充满不确定性的冒险，大多数人都会死于黎明之前。盛总，但我爸有一句话一直说得很对。人生就是一个巨大的游乐园，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新药的研发项目也并非完全没有希望。自从我们拿到 HS 的技术高管名单后，猎聘组已经陆续约见了许多人，相信很快就会有新的进展。另外，你让我持续关注 X 控股常宇的动向。我收到消息，常秘书今晚会到江户参加一个私人活动。什么活动？P 国的商务部部长到访江户，今晚是他的私人宴请。听说 X 控股那个丑八怪和那个部长的私交很好，是不是？是有这样的传闻。据说连这次宴请都由 X 控股赞助，大到场地，小到安保监控，都由 X 控股一手包办。近来 X 控股在江户的活动很多，上次行业交流没有邀请我们盛放生物，在业界引起了不小的讨论。有谣言说，这是因为 X 控股不看好我们盛放，觉得我们缺乏自主研发能力。笑话，他们宴请的那些企业，有哪家研发能力能和我们比？宴请的时间和地点发给我。江户的2代圈有传言 ，X 控股那个丑八怪最近都在江户，我去碰碰运气。好，宴会要求每个 Alpha 都要带一位 Omega 赴宴，您看要不要给您安排个伴儿，或者请花先生？这种私人宴会乌七八糟的人不会少，你是嫌有个沈文郎还不够是不是？抱歉，沈总，那舒小姐可以吗？出席而已，除了花勇，谁都行。合作愉快。今天和2位聊得非常愉快，我也希望我们能尽早合作。好。常秘书，好久不见。好久不见，盛总今天倒是很平易近人，不用压迫信息素，清个场了。常秘书说笑了。这位是舒心。常秘书好，我是舒心，是盛总的女朋友。这位舒小姐很漂亮，盛总，好眼光。
回见。常秘书，王部长，听说您要来，江户的名流可谓是倾巢而出，万人空巷。不敢当，不敢当，这都是沾了令主人的光啊！哎呦，哪里哪里，这位是王部长，我给您介绍一下，盛放生物的总裁盛总，盛少游。这位呢，是我们批国商务部的王部长，批国经济腾飞背后的大功臣。王部长，久仰。盛总，幸会。早就听说盛总是性情中人，今天算是见识了盛总的豪爽。这杯我干了。盛总海量，好酒量。王部长你好，我叫舒心啊，久仰大名，见到你很高兴。你也真是龙争凤姿啊！啊，王部长，这位盛少游盛总呢，可是新晋的江户新贵，年轻有为的企业家。王部长呢，也是我们批国经济腾飞的大功臣，没有他就没有批国的今天。所以呢，我也希望二位今后能多多合作。希望盛放生物在批国未来的发展，能够多多仰仗王部长。为了今后的合作，怎么样，盛总？这杯我喝光了。少游，你是不是头疼啊？我帮你按一按。那个常秘书也太过分了，一直在灌你酒，还不让我帮你挡。你干嘛？少游，你喝醉了，我不放心你一个人回去。这里离我家挺近的，要不你今晚先将就一下，到我那去住，我还能照顾你呢。走开，离我远点。陈明明在，先送舒小姐回去。是。舒小姐，请您自重，盛总已经有喜欢的 Omega 了。舒小姐，麻烦你坐好，把手放回去。沈总，到了。又浪费了一整个晚上，见来见去就只有一个常语 ：X 控股那个老鼠是丑八怪吗？整天藏头露尾，见不了光。见不了人的丑八怪，迟早收拾他。盛先生，是喝醉了吗？盛总最近应酬多，要辛苦您多照顾他。
陈秘书别客气。盛先生，你好臭啊！哪里臭？我不喜欢盛先生身上有其他人的味道，不喜欢。请问一记火中灼一下，所以要抹去。像株青蛙，求偶时总说多了谎话，虚浮爱语不问真假。你够温柔，别忘了挥舞骄然，制造出虔诚的生怕。眼泪站里，统统都变得听话，就不要挣扎，大不了一起崩塌。用爱欺诈，多么伟大的办法，仔细听爱的哭声沙哑。重复愚蠢却不懂得尴尬，还享受做一个笑话。不言自拔，多么荒唐的误杀，虚伪的拥抱狰狞浮夸。亲吻总好过怒骂，别再说假话。盛先生，你昨晚喝得好醉，给你煮了解酒汤，你也不肯喝。昨晚应该折腾到很晚吧？以后我应酬喝多了，你就让我一个人睡。别把我们家阿勇累坏了。好。见。盛总，刚刚常宇常秘书给我发消息，说 X 控股那位先生想邀请您参加他的私宴。哼，看来昨天的酒没有白喝。对了，本月的月度会议也已经准备好了，下午2点在大会议室召开。您看起来脸色不太好，是不是最近应酬太多太累了？最好能抽空睡个午觉。生物制药行业正处于数字化转型的下一个10年风口浪尖，元宇宙将改变企业与客户的互动方式与共存方式。我们对100名生物制药行业的高管进行了调研，有85%的受访者表示，元宇宙对他们的生活产生了积极影响，远高于其他行业的平均水平。盛总，陈明明，去把我的抑制剂贴拿进来。好。
盛总，我带您去休息室。盛总，来人，赶紧叫车送医院！盛总，你感觉怎么样？我没事。还有其他同事受伤吗？只有一个同事在出门的时候扭伤了脚踝，已经批了病假，其他的没有造成什么太大的问题。嗯，那就好。王主任，哎，盛总怎么了？验血报告单出来了，初步判定是信息素紊乱症。什么？游离信息素 T 已经超过正常数值的5倍，这对 Alpha 来说是非常不正常的。即便是 Omega 在发热的时候也才有这个数值。那王主任，这严重吗？要怎么治疗？按理说，盛总这么年轻，还是 S 级的 Alpha， 不应该得这个病啊。但考虑到盛总工作压力大，工作时间长，生活作息又不规律，所以还是要重点排除紊乱的可能性。这样吧，我开点口服抑制剂，以免在极端的情况下信息素溢出，压迫信息素伤害别人。其他的嘛，就等住院以后啊，做个全面检查再说。住院？不能只吃药吗？盛总，我知道您工作很忙，但是您再忙，身体也是您自己的呀。信息素紊乱症是非常严重的内分泌系统疾病，发病原因现在还不清楚。唉，您第一次检测就已经是中期了，一定要重视。可是我没有时间住院。身体是你自己的，时间也是你自己的。作为医生，我只能给出我的看法。目前我不认为他可以出院。谢谢医生。哎，盛总，走吧。您还是听医生的，安心住院吧。那你要把每天的会议纪要，还有工作进度总结给我。这个您放心，这些我都会整理好，每天来跟您汇报。还有，我生病的事不要和任何人说。好的，盛总。
见。盛总，这是花先生送的花。自己是兰花味，这送我向日葵。向日葵是阳光健康的象征。对了，盛总，花先生说想来看你。他一个 Omega 来这里干嘛？让他在家里把身体养好。好，知道了。去帮我把这个花插起来。有事吗？听说盛少游病了。你听谁说的？你管我听谁说的？花友，发疯也要有个限度吧。用引诱信息素让 SG Alpha 发热，亏你想得出来。怎么，你一个铁打的单身汉，准备教我怎么追求我的 Alpha？我没有打算教你，只是刚好听说盛少游信息素紊乱住院了，所以才来给你提个醒。别给现代医学添砖悬案。是个人都想不到，一个 SG Alpha 居然会发热吧？你在干嘛？煮汤。你也还会煮汤？你打算毒死谁？闭上你的嘴！哎，你不会是要去给盛少游送汤吧？你可真贤惠。谢文郎，我看你有空，倒是不如操心操心你自己吧。对了，你创业那会儿找我借的钱，打算什么时候还？哎，那什么，我还有点事儿，先去忙，我们改天再联系，好吧？祝你和你那位会发热的 SG Alpha 百年好合，早生贵子，永结同心，白头偕老。你怎么来了？不是让你在家待着吗？这么久没见，盛先生不想见我？不是天天视频吗？我这是信息素紊乱，万一再溢出压迫信息素伤到你怎么办？我给盛先生炖了鱼汤，盛先生喝吗？你不应该来的，万一你被我伤到的话。不会。怎么不会？像你这样的兰花味 Omega， 我一手能折10朵。1朵不够吗？折花嘛，越多越好。好，我知道了。你知道什么？盛总，我刚刚看了一下您最新的验血报告，各项指标都好了很多。再观察1周，如果没有什么变化的话，就可以出院了。好，谢谢王主任。不客气，不客气。看来我们家阿友是我的福星啊。什么？一见到你，我好像就好了很多，人没那么累了，头也不疼了。医生说我下周就能出院了。你说你是不是 Lucky Star？
正好出院改成休息日，您就安心在家休息一天。周一上午10点有一个全程直播的生物制药创新论坛行程，下午2点还要参加 X 控股那位先生的下午茶聚会。不过您放心，到时候我都会提前再另做提醒的。好，辛苦陈秘书，周末愉快。盛总，您感觉怎么样？有不舒服吗？有点累，不过好在刚刚公开讲话的时候没再泄露压迫性激素，不然大概要上社会新闻。我一会儿给您换个新的抑制剂贴吧。对。盛先生，你忙完了？刚结束。你在干嘛？我在看电视。看什么？看你。我在看刚刚那场论坛的线上直播。盛先生好帅啊！对了，盛先生接着准备去哪儿？去见一个讨厌的人。被你讨厌的人，他也太倒霉了吧？为什么这么说？盛先生这么好，大家都想要被你喜欢，那么那个被你讨厌的人不就很倒霉了吗？我煮的绿豆汤要漫出来了，我先不跟你说了，回来请你吃绿豆汤。来。走吧，和盛先生第一次的下午茶，不能迟到。是。这么大排场，连巡逻警都是警督级别。X 控股那位是批过来江户外交的皇帝吗？盛总，别来无恙。托贵主人的福，第一次来下午茶歇，居然看到警督站岗、警监指挥。就算是小国的总统来江户，私人行程大概也没有这样的阵仗吧？哪里，承蒙贵氏抬爱，盛总请。你有没有想过，最后要怎么收场？想过，我喜欢他，可以一辈子用 Omega 留在他身边。那如果有一天他愿意永久标记你呢？那我就去割掉腺体，跟他说我腺体受伤，变成贝塔。割掉？说的这么轻巧，你以为是割扁桃体啊？性激素腺体意外受损的话，存活率是0。我的身体机能比你们 S 级 L 法要好得多，说不定能活下来呢。说不定能活下来，我看你是疯透了，费尽心思就为了做这些，真让人感动。好说。盛总，这边请。盛总，请入座。这些呢，都是我们 X 控股制药板块的主要负责人。我们老板说，盛总你跟他们应该有共同语言。那盛总，你们先聊，我先失陪一下。陈秘书，既然没你的位置，那就辛苦你站一下了。老板，盛放生物的盛总到了。常宇，去给盛总的人搬把椅子。陈秘书，请坐。平民，让你坐就坐。盛总，要不借此机会介绍一下贵公司？没想到我今天是来参加面试的。盛总说的哪里话？上次我们 X 控股举行全行业交流大会，盛放生物没有参加，我们非常遗憾。这次请盛总来，就是希望借此机会能让贵我双方有个更基本的了解。
X 控股是全球范围内的行业龙头，想要了解盛放生物，是我们的荣幸。品明，是。各位好，我是陈品明，是盛总秘书处的负责人。今天，请允许我代表盛放生物向各位介绍一下公司的业务。公司自成立以来，专志于探索生物制药已有20余年，是整个江户市乃至全国拥有靶向药研究专利技术最多的医药企业之一。那么接下来，我就详细的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盛放的靶向药研究瞧瞧你的专利技术。盛先生，表面看起来八面玲珑、风度翩翩，实际上眼高于顶，谁都不放在眼里。叫他做个介绍，是能死还是怎么的？文郎，我看你才是不说我的 Alpha 坏话会死吧？你的 Alpha 是你的吗？就随便认领。我听常宇说，上次宴会有个叫舒心的 Omega， 自称是盛少游的女朋友。其实你知道吗？盛放发明的基于血液循环和渗透技术的系统主动靶向药物传送方式，被业界广泛使用。兰花味，大大延花长了药物或药物载体。这个信息素太强势，不是花油，好像是个 S 级的 Alpha。引诱信息素，还是针对性的？你疯了！接下来，我将为大家介绍一下公司的壁垒技术。盛放生物拥有第4代基因剪刀技术的全球独家专利，编辑效率较传统 CRISPR 提升3倍，脱靶率低于0.01%。盛总，您怎么了？脸色不太好。盛总，盛总，盛总。常秘书，误会，盛总最近身体抱恙，有信息素紊乱。闭嘴，双手抱头。常秘书，我们真的是无意冒犯，况且，如果真的有什么小误会，在这光天化日之下，X 控股也不至于杀人灭口吧？安静！老板，晕过去了。是，先生，请您相信盛总不是故意的。他故意的又如何？不是故意的又如何？可是，房间都准备好了吗？医生，是，都已经安排好了。真可怜，盛先生是 S 级 Alpha， 一定没想过自己会像 Omega 那样被动发热吧？所以才会紧张到无意识地释放了压迫信息素。看在你今天这么帅的份上，让我来帮帮你。早知道你会发疯，
我就不来了。你不知道我被盛少爷的压迫信息素弄得有多疼。不知道，我又不疼。大庭广众之下使用针对性引诱信息素，花友，我们 S 级 Alpha 但凡有一点廉耻心，都不会当众使用这种高阶才有的特殊能力。你也说了，那是你们 S 级 Alpha，跟我有什么关系啊？花友，有点底线吧？当众引诱一个 S 级 Alpha 发热，这事儿要是传出去，你会被抓去实验室解剖的。别少见多怪了。无论是 Omega 还是 Alpha， 只要是我看上的，都得是我的。要让那个心高气傲的 S 级 Alpha 成为专属于我的 Omega， 不花点心思怎么行？盛先生这么金贵，喜欢盛先生的人比蚂蚁还多。要是没点手段的话，估计下辈子都沾不上边。多金贵，镶钻了。文郎，光眼红是没用的，你得学着点。不跟你说了，盛先生要醒了，先走了。盛总，您感觉怎么样？这是哪儿？这是 X Hotel 的套房。您刚刚突然出现了信息素紊乱，释放了压迫信息素，然后就晕倒了。X 控股的那位先生给您安排了房间休息，还叫了医生。刚刚医生过来说给您打抑制剂，我不放心，就没让他打。所以你看清楚那个人的长相啊？他们有枪。那位先生出现之前，保镖给我戴上了眼罩。上不了台面的东西。嘘，有人来了。陈秘书，不必紧张。刚刚呢，是因为我老板在场，盛总又突然释放压迫信息素，我们不得不放。常秘书，谢谢令主任提供的房间和医生。不必客气。我来是告诉二位，我们老板并不会追究贵方的过失。你们想走，随时可以走。盛总，你好好休息，我们下回见。今天回来的好晚，都顺利吗？怎么了？遇见个疯子。晚饭吃了吗？盛先生呢？一结束就回了趟公司，没来得及去呢。那我下面给你吃好不好？还是说，刚好我下午做的绿豆汤，你想喝冰的还是热的？都可以。我还做了虫草花炖响螺汤，正好拿来做面的汤底。还是说你想吃饭？
还会煲汤啊？我们家阿友这么能干。也没有很能干啦。下午不小心睡着了，烧干了一次，现在这个是重新煲的。盛先生先去沙发坐，我热个汤煮个面，马上就好。你要不要一起吃点？那我先喝绿豆汤，一会儿你想喝的话，我再给你盛。下午的行程不顺利吗？遇到个疯子，稍微得罪他一点，他转头就发了声明，表示短期内都不会和盛放生物合作，弄得业内是个人就来打听。公关部到现在还在公司加班加点呢。啊？怎么会？藏头露尾的东西，最好不要让我知道他长什么样子。盛先生不认识他吗？没几个人见过他。也不知道他到底长什么样子。相由心生，先这么脏，好看不到哪儿去。盛先生说的对。那现在怎么办？影响会很大吗？不会。收市前有人造谣说盛放生物的现金流有问题，资金链已经断裂。最开始的确引发了一波股价波动，但公关部已经公开辟谣，问题不大。那就好。盛总，是我。怎么了？刚刚 HS 的高秘书打电话找我，说他们的沈总想尽快跟您通个电话，说有急事要跟您聊聊。人和畜生没什么好聊的。我很忙，以后少拿这种事烦我。可是沈文郎说想跟您谈谈有关靶向药专利技术的事。他们也就这点值钱的家当，没什么好聊的。我就不相信 X 控股能造出的药，我们盛放生物造不出。但是高秘书说，只要您能答应沈文郎的条件 ，HS 愿意和盛放做股权互换。两家并议价，从此以后。盛先生，是无聊的提议，别管他们。HS 开的条件非常好，盛总，请您三思。
喂，雨山，你找我？喂，少游，好久不见啊！最近好久没出来玩了。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最近很忙，确实没时间。少游，昨天晚上我看到新闻，怎么会有人这么造谣啊？真是吃饱了撑着了。有什么需要兄弟帮忙的，尽管告诉我哈，能帮的兄弟肯定帮。谢谢雨山，问题不大。那就好，那就好。对了，少游，文郎给我打电话，说跟你有点误会，想跟你吃个饭，当面说清楚。喂，少游，要我说啊，冤家宜解不宜结，咱们都是同个圈子的，低头不见抬头见。要不我做东，一起吃个饭。雨山，你就别费心了。我和那个姓沈的凑不到一块去，看见他，我什么好饭都吃不下，一心只想弄死他。啊？实话告诉你，要不是杀人犯法，几个月前他就已经吃上断头饭了，这会儿坟头草都该长出来了。这么严重吗？是。哎呀，那算了，是我对不住了，兄弟。我没有搞清楚状况。昨天晚上文郎给我打了好几个电话，让我劝劝你。我想嘛，朋友之间吃个饭，有些问题能解决就解决了。雨山，我跟他之间没什么误会。想让我去吃他的饭也行，不过得等他死了，届时我一定随上白份，吃他个3天。哟，这说的是什么话呀？好了，我也不多说了，有什么需要兄弟帮忙的，尽管告诉我。说到底，那些批过来的不过是些新朋友。我们兄弟之间知根知底啊，关系肯定更近一些。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我一定告诉你。谢了。等忙完这阵子，咱们再去。好，等你。什么事儿不能明天等我到公司再说吗？沈总，董事长病危了。沈少游，你还有脸来啊？二少爷，公司被你管成这个样子，股票都已经跌停了，你还有什么脸来见爸爸？你别碰我！怎么？公司被管成这个样子了，我不能说他是吗？沈少游，你给我听好了，爸爸要是有什么3长2短，全都是被你给气的。你最厉害啊！爸爸把公司的股份全都给你，你呢？你要把他气死啊！你现在知道来看他了，你配吗？你根本不配来看他，你给我滚！滚啊！我为什么不配？公司是我母亲和父亲创立的，更何况没有我，你以为你和你妈能过上现在这样的好日子？就凭你这颗只懂吃喝嫖赌的猪脑子，你和你妈早就上大街要饭了。王八蛋，滚啊！寄生虫就要有寄生虫的自觉，别再试图挑战我，这样对你没有任何好处。沈少游，我跟你明明都是一个爸爸生的，你只比我大2岁，凭什么一样都是 alpha？凭什么？凭什么？
凭什么你生下来就可以继承一切，而我只能像一个寄生虫一样跟在你后面？就凭你是 S 级，我是 B 级吗？这太不公平了！你妈明知道盛放是有妇之夫的情况下，还要替他生儿子，这对我母亲公平吗？公平？真要有公平可言，就没有你了。沈少卿，别在这儿继续丢我们盛家的脸，滚回去做你的少爷吧。快，麻烦让一让。这边。医生，请在外面等候。盛先生，怎么这么早醒？醒过来发现你不在，就睡不着了。为什么睡不着？担心你。你半夜出门是出什么事了吗？我爸有点状况，不过别担心，我会处理好的。我等你回来。不用，你先睡。你不回来，我睡不着。这么大了，还有人哄着陪睡啊？盛先生不喜欢哄人吗？不喜欢，不过可以哄你。盛先生不用分心哄我，有时间多休息，我等你回来。盛总，王主任，人已经脱险了，暂时没有什么问题。谢谢医生。但是病情开始恶化了，信息素腺体瘤是激素敏感型肿瘤，信息素对于艾奥法和欧米伽来说是维持生命必备的，所以它不像前列腺癌或者乳腺癌那样用激素治疗。您父亲之前的肿瘤是原位癌，没有向周边扩散的趋势，但现在我们看来，它有向周边浸润的趋势。如果再没有靶向药，肿瘤一旦扩散，病情就发展到中晚期了。到那个时候，即便是有靶向药，意义也已经不大了。我知道了。我有个制药的朋友说 ，X 控股的靶向药已经完成了制剂，效果非常好。如果能联系到负责人，把药提前拿过来，对董事长的病情是有非常大的好处的。我出门采购晚餐食材去了。如果盛先生有特别想吃的，看到便签可以给我发信息，我顺路买回来。花友。喂，盛先生，你忙完了吗？刚到家。啊，我已经买好了，马上就回家。你有特别想吃的吗？我带回来。没有。要我让司机去接你吗？不用，我坐地铁很方便的。干嘛不直接给我发消息，还要留个便签？不知道你是不是在忙，不想打扰你。啊，盛先生，轮到我结账了，我先挂，一会儿见。一会儿见。如果再没有靶向药，肿瘤一旦扩散，病情就发展到中晚期了。到那个时候，即便是有靶向药，意义也已经不大了。
盛先生，我刚刚买完菜，很快就回去了。盛先生，我搭上地铁了，马上到家了。老板，刚刚盛总给我打了个电话，您看要不要尽快回电？不用，大概率是要跟你打听靶向药的消息，过2个小时之后再回他。明白。靶向药的制剂开发才刚刚结束，最快也要后天才能进行最大的剂量测试，可以应用于人体。文郎那边我已经提点过了，你直接告诉盛先生，靶向药的负责人会跟他联系。是。老板，这要是您亲自监督，全球的研发部门都拼了命的赶进度，特意为盛总父亲加急研制。您的这份心意，盛总如果不知道，岂不是很可惜？他知不知道不重要，我要的从来都不是他的感激，所以没什么好可惜的。哦，我忘了我的书落在卧室了，我先去拿。喂，常秘书。哎，盛总，怎么突然想起联系我？有些事想要请您不吝赐教。您现在说话方便吗？啊，你说。我听说 X 控股的信息素腺体癌靶向药已经完成制剂了。消息传得真快啊！是，我们的靶向药确实已经接近临床阶段。盛总怎么突然问起这个？不瞒您说，我父亲很需要这个药。你是说盛放董事长？我父亲病休有一阵子了，是信息素腺体癌。常秘书，我知道你们特效药的配方肯定还在保密阶段，但我今天打给您，不是以一个生物制药集团负责人的身份，而是以一个儿子的身份，来替我父亲向您求救。请您帮帮我。